安静到可以听见餐具碰撞声音的餐桌上，气氛沉闷的让人觉得十分煎熬。一束束欲言又止的诡异目光看向餐桌尽头那位即将要和周家太子爷联姻的二少爷于峰，但他并不是于峰，他真实的名字叫萧颖，是于峰的替身。这次偷龙转凤、以假乱真的行为，只有萧颖和于峰知道，其余人一概不知。一直沉默的当家主母管明真放下手里的餐巾，悠悠开口道：“峰儿，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这些年也不在我身边长大，但你始终是于家二少，要为这个身份负责任。”餐桌上所有人都看着他，包括萧颖。你爸去得早，没给你们留下个妹妹，你大哥又是个不上相的。管明真说到这里，看着二房生的儿子，咬碎银牙，不得不承认，你是家族里面长得最好看的一个。那周强据说眼光很高，怎么都不可能挑上你大哥，所以一会儿周家来看人，你好好表现。萧颖微微点了点头，夫人，我知道。逆来顺受的模样多少有些让人吃惊，难道他不觉得委屈吗？不觉得愤怒吗？要知道于峰的死鬼爹于荣飞有2房老婆，从他生前争到他身死，可以说是争了一辈子，谁也不买谁的账。后来大房的于浩继承了家业，这不出奇，毕竟他比2房的于峰年长8岁，有先天优势。于是2房江源带着于峰和老公的1/3家产去了国外定居。此次联姻的事，明眼人看到的是2房吃亏，牺牲一个儿子给了大房做嫁衣。但是这门亲事是于老爷子的手笔，当他打电话给江源时，江源未做多想就应承下来。因为2房当初能够顺利得到玉荣妃的1/3财产，也是于老爷子的手笔。江源相信于老爷子不会害了于峰。其实仔细想想就知道了，于峰今年23岁了，是时候应该踏入上流社会这个名利场。而家大业大底蕴深厚的周家就是不错的选择。一切都很完美，只是江源和于老爷子还是太天真，没有算到自己的亲儿子孙子会摆自己一道。吃过早餐以后，萧颖坐在沙发上喝茶看书，一举一动都充满优渥家庭出身的优雅贵气。这是当然了，因为萧颖和于峰一起长大，吃喝用度上跟于峰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他就是第2个于峰。躲在周围的帮佣们窃窃私语，一会儿讨论2少爷的颜值，好帅啊，2少爷的颜值也太高了吧，跟他一比，我家爱豆简直是路边的小野花。而他是天香国色的牡丹，大气贵气，有木有。全对，一会儿讨论2少爷悲惨的命运。2少爷真惨，好端端的直男竟然要嫁给男的，以后的日子不用想也知道了，就是一个字，惨。可是2少爷长得这么好看，说不定周家太子爷会喜欢他呢。再好看也是个男的，你说周家太子爷是 gay 的几率有多少？反正比中彩票容易。叽叽喳喳的讨论传进萧颖耳朵里，害得他也有些烦躁。是的，这是个艰巨的任务，稍有不慎就会东窗事发，到时候影响的不仅是于峰本人，还有偌大的于家。而决定这件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周家的太子爷周强本人。于峰既不希望把事情搞砸，导致于家的根基受到影响，同时也不愿意以男性身份嫁给周强。萧颖和于峰一起长大，于峰是他的兄长兼恩人。一来萧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于峰被人折辱，二来于峰的脾气急躁，如果把她嫁给周强，周强能不能活过第2天还未可知。假如于家2少爷失手伤了周家太子爷，于家这次的难关别说安全度过，不雪上加霜就不错了。所以思来想去，萧颖决定牺牲自己，替于峰嫁给周强。和他感情很好的于峰当然不同意。于峰说，你才20岁，连女人都没碰过，我怎么可能让你去替我扛？那是我的责任。但是萧颖很坚决，甚至为了说服于峰，谎称自己是 gay。然后于峰那个笔直的大猪蹄子居然就信了，一脸不可置信的讨伐萧颖，原来你喜欢带把的。你说你有没有暗恋我？
萧颖很无语，简直不想跟这个沙雕说话。你要替我去联姻也行，于沙雕痛心疾首的交代道，但你不能吃亏，不能败坏我的名声，不能被那个姓周的欺负。连续3个不能，说得很笼统。萧颖身为一个处男，对床上的那些事自然没有于峰这个老司机熟练，就这样华丽丽的误会了。我知道了。他的沙雕峰哥在女人口中很厉害，等自己嫁给周强，自然不能输给对方。你放心吧，我会让他知道峰哥的厉害，绝对不会让姓周的小瞧于峰。想着这些，萧颖面不改色的继续品茶看书，直到屋外照进来的阳光从皮鞋这端挪到皮鞋那端，他终于忍不住了，站起来看着那群帮佣。帮佣们花容失色，二少爷，你有事吗？他们害怕的情绪在看到萧颖伟岸的身材之后立刻变得崇拜，花痴。哇，二少爷好高啊，这窄腰长腿，为什么上班时间不能带手机拍照，不然随便拍一张都是屏保啊。来自女佣们的灼热视线令萧颖很不自在。没事。他露出一个不太熟练的于峰式微笑，说，我去院子里走走，要是周家少爷来了，请过来通知我。然后就转身走了。因为萧颖知道自己这张招蜂引蝶的脸，再配上沙雕峰哥的邪魅微笑，一定会造成他不想见到的结果。余家大院的空地上，几个闲暇无事的年轻保安正在练习近身肉搏。萧颖看到之后眼睛一亮，差点就要脱衣服上。好在他马上想到自己现在顶着他峰哥的身份，是一个即将嫁人待字闺中的优雅少爷，一定要优雅，不能粗鲁。5分钟后，对面一记横扫千军攻向下盘，萧颖游刃有余的跳起，在落地的一瞬间回以虎虎生风的回旋踢。他的对手来不及躲避，只能伸出双臂格挡。砰！两方碰撞的沉闷声音听得场外的人起鸡皮疙瘩。可怜的老赵，那一下得多疼。还有就是这位从国外回来的二少爷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模样看着真俊，打起人来真狠。再来。萧颖脱掉自己的衬衫，露出一身漂亮的浅蜜色肌肉，看得周围的保安都傻了眼。妈耶，这位二少爷真有本钱，但是这动不动就脱衣服秀身材的毛病是不是太奔放了点？以及我们不脱不就显得怂了吗？此时此刻的大厅，于老爷子领着低自己1倍的周强穿过前院，来到萧颖之前待过的地方，闲职，风儿就在屋里，你这边请。进来以后左右看看，风儿。屋里面根本没有萧颖的踪影。于伯父，你家孙子是怎么回事？站在他身边的年轻人表情肉眼可见的不悦起来，如果没有诚意就别浪费我的时间。这个说话的人就是周强，周家太子爷，今年正好30，论长相可以说是跟于峰不相上下，甚至比于峰还要出挑选。但是于峰气质阳光，他偏向阴柔，哪怕身材高大，也中和不了那份令人毛骨悚然的阴质感。听人说周强25岁的时候结过一次婚，不过他的联姻对象还没撑到新婚之夜就横死了。又据说周强的家里还摆着元气的牌位，甚至吃饭的时候也要在桌上放一副空碗筷，这些萧颖都不知道。当他接到女佣的通知时，于老爷子正在极力挽留生气的周强。周贤侄，风儿是个不错的孩子，请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叫人找他过来。不用了，周某和你们于家没有缘分。周强对于老爷子的着急视若无睹，坚决要走。贤侄，于老爷子使出吃奶的劲儿攥紧他的手。于伯父，周强停下脚步，眼神清凌凌地看着于老爷子，说，外面传闻周某牛心古怪，弄情上性，又说周某目中无人，狂妄骄淫，今天周某告诉您，那都是真的，所以就别拦了，拦也拦不住。于老爷子被那双眼睛看得一哆嗦，傻傻的放了手。对方紧接着又添了一句，除了淫。似乎对淫这个字眼很看不上，
周强说的时候咬牙切齿，充满鄙夷不屑，然后一甩手，大步流星的出了余家客厅。爷爷，萧颖才来。于老爷子恍恍惚惚的说：“风儿，周强走了。”萧颖心里一咯噔，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周强不能走，要是周强走了，这件事就砸了。我去追他。于老爷子点点头，然后又瞪大眼睛，他的风儿怎么没穿衣服？这个不讲究的孩子，周强那个牛心古怪的人，一定又要发作，说他风儿没规矩。而萧颖不是不想穿衣服，他是没有时间穿衣服。打着赤膊的他，一口气跑到周强面前，两只修长结实的浅蜜色手臂往门框上一撑，严严实实的挡住周强的去路。周先生，呈现在周强面前的是一堵带着薄汗的结实胸膛，当时男性那种阳刚的味道，把周强包围的彻彻底底。你，周强怒了，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这个青天白日裸奔的男人，他竟然真是岂有此理！你以为色诱我就会留下吗？萧颖一脸懵逼的呆住了，神妖色诱啊，赶紧解释才是真的。周先生，我是于峰，你的联姻对象，刚才不好意思，我在后院打拳忘了时间，不是故意怠慢，还请你见谅。闻着一鼻子的阳刚味道，看着满眼白花花的肉，周强觉得自己的人品遭到了侮辱，他忍无可忍的咬牙道：“于峰，够了，不要在我面前搔姿弄手，我不吃这套。”周强要走，萧颖一听急了，赶忙收紧手臂拦了上去。周先生，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再考虑考虑好吗？我是个不错的选择，住嘴！周强脸黑如铁，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竟然抱着自己求自己娶她，真是太不知廉耻了！放开你的手臂！他伸手抓了一下萧颖那结实的长臂，恼人的触感让他耳朵一红，滚开！手掌触到什么脏东西似的缩回来，改成抵着萧颖的胸膛，掌心和磅礴的胸肌贴合的瞬间，周强听见自己轻咽了一下口水。而萧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他只知道如果弄不好，周强就会放弃和余家联姻，到时候就大事不好了。周先生，他用力的箍紧周强，你误会我了，我绝对没有冒犯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跟你解释清楚，我对联姻的事情很重视，绝无半点敷衍。周强的耳朵里轰隆轰隆作响，根本听不到对方究竟在说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密不透风的贴着这个臭流氓的胸膛。密不透风，他的脸都红了，混账！周强气得颤抖，一会儿觉得这个人汗湿的胸肌触感烫手，一会儿觉得这个人挣扎不开的手臂令人恼火，气得他的呼吸都不顺畅了，还不快放开我！你终于肯听我解释了吗？萧颖感觉到怀里和自己一样高的人放弃了挣扎，他也跟着放心的松了一口气。好的，那我们进去屋里详谈。到此为止，他还是害怕周强跑掉，所以箍紧的手臂改成揽着肩膀。周先生，请。教养良好的周家太子爷看看自己的处境，被人逼着往回走，看样子还要被人逼着结婚，他就气得险些要飙脏话。于峰，你是什么意思？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周家的门，连自身的脸面也不要了？周强不信一个大男人可以为了家族利益完全抛弃自己的廉耻。周先生为什么这么问？我想和你结婚呀。萧颖是个耿直的人，这是他和于峰最大的区别，不着急的时候还能学于峰那套，着急起来就只会打直球。而今天他很着急。你，周强又噎住了，瞪大眼看着和自己第一次见面的青年，显得很不能接受对方这种放浪不堪的风格。来，到了。在他兀自气愤的时候，萧颖已经不着痕迹的把他带到了客厅，亲自带他到椅子上坐下。周先生想喝龙井还是碧螺春，小弟亲自给你沏上一壶，当作赔罪。你说什么？周强好像听到了什么让他勃然大怒的事情似的，养尊处优的白皙手掌砰的拍在黄花梨木的茶几上面。我和你爸是同辈，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自称小弟？真是乱来！萧颖都懵了，原来自己连自谦小弟的资格都没有。好在他是一根筋的性子，非常的实事求是，
认死理。萧颖马上说：“世叔不要生气，是侄儿脑子不清醒，弄混了辈分，这就给您侦查道歉。为了于峰，为了于家，他做什么都不委屈。”当下就笑着拿起周强拍在桌上的手，轻轻抚了抚：“世叔的手掌没摔疼吧？要不要敷点冰？”周强可能太过震惊了，以致都忘了动作，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只在自己翡翠戒指上游走的手指。周强再次反应过来的时候，用力地抽回手掌，藏在秋天轻薄的袖子里，握紧，滚去沏茶。萧颖是，也不敢再问周强究竟是喜欢碧螺春还是龙井，只怕这种情况就是给周强喝玉液琼浆，对方也高兴不起来。不过萧颖还是乖乖地沏了2杯碧螺春，一杯奉给周强，一杯奉给暗地里对他竖起大拇指的于老爷子。对方在他耳边小声说道：“做男人就是要这样。”风儿继续表现完了，一脸笑容的看着对面的周贤直。哼！周强喝了口茶，勉强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冷静。世叔昂藏7尺，气宇不凡，面如冠玉，雅人深志，真是好相貌，怕是古时候的潘安也不过如此。咳！周强一口碧螺春差点没喷出来，咳得他眼睛发红，怒目瞪着萧颖：“你这人怎么又开始满嘴骚话？一听就是情场老手，花花公子，不干不净。世叔呛着了，快用纸巾擦一下。”萧颖抽出2张纸巾递给周强，又觉得自己动手比较有诚意，就直接弯腰在周强的椅子边给对方擦去嘴角的水痕。周强浑身一僵，特别是萧颖的指腹直接和嘴唇触碰的片刻，陌生的酥麻感吓坏了他这个30岁还没开张的老干部。“你干什么？”“退下。”“我不需要。”“好的。”萧颖愣愣的，其实他想说已经擦完了。“还有。”周强又瞥了他一眼，咬牙：“你先把衣服穿上。”一旁的于老爷子附和道：“是啊，风儿先把衣服穿上，光着膀子在贵客面前晃荡，成何体统？”萧颖羞涩，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那爷爷陪周世叔先聊着，我去就来。”周强偏着头没看他，只是喉结动了动。等萧颖穿好衣服，再次回到会客厅时，他发现周强的脸色已经恢复平静，变得有些冷漠阴沉，只有看见自己的时候才带着一点愤怒的水光。这让萧颖一头雾水，连忙反思是不是自己道歉赔罪的诚意还不够。番儿招架不住这种气氛的于老爷子连忙向二孙子打眼色：“快点去你周世叔身边坐下，给你周世叔说说你的想法。”话音落，屋里俩人同时看向一个位置。萧颖连忙用最快的速度到那边落座，堵得周强张口无言，猛朝他甩眼刀子：“流氓行径！”萧颖就不解了，自己坐自己家的椅子跟流氓有什么关系？萧颖说：“周世叔，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周强刚压下去的脾气又怒了，什么叫做对他有什么要求？自己为什么要对他有要求？恕我直言，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联姻的事，在他心里8字都还没一撇，而对方的表现就好像这件事已经定下来了似的。谁跟他定下来了？手中的碧螺春重重的放在茶几上，萧颖心一抖，差点就直直的跪过去抱着周强的双腿。不过事情还没严重到需要求人的地步，世叔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个人嘴笨。周强又火了，黄花梨木的茶几又遭了罪。你嘴笨？你哪里嘴笨了？开玩笑，嘴笨的人说得出昂藏7尺，说得出雅人深志，这叫做嘴笨。那要是嘴不笨，得说成什么样子？萧颖被骂得狗血淋头，不敢说话。周贤直息怒，于老爷子看不过去了，壮着胆子劝了几句：“你误会分儿了，他是个老实的人，刚才那番话肯定是心有所感才说得出来。”萧颖忙道：“是啊。联姻的事这么不稳定，他突然压力山大。”哼！
周强似是听进去了于老爷子的话，立竿见影的冷静了一下，然后端起那杯被他摔过的碧螺春，忍耐的喝了一口。你们应该知道，周家不看重有没有盟友。于老爷子忙说，是，一切都是于家想仰仗贤侄。唉，子不孝父，伯父也是没有办法，不然也不会把唯一资质不错的孙子送进周家联姻。贤侄，他真切的恳求对面的年轻人，风儿是我膝下资质最好的孩子，说什么也要请你不吝教导他个3-5年，届时贤侄想离婚再娶，也随贤侄的愿。周强目光冷冷的看着于老爷子，这只老狐狸说来说去还不是在为自己的孙子打算，什么教导3-5年，呸，捞了好处就想走，也不看看他周强是什么脾性。也行。周强话锋突变，刚才还抵触的不得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想通了似的，说道，我愿意娶她进门，但是我有条件。萧颖眉心一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老爷子一脸幸福来得太突然，连忙问说，什么条件？你尽管说就是。周强看着于老爷子冷笑了一声，周某要是娶了你家的二少爷，他就是周家的人，跟你们于家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意思你懂吗？于老爷子一愣，眼神复杂地点点头，他懂。第二，他跟了我，除了我之外，心里眼里就不能再有其他的人。周强猛地看着萧颖，眼神锐利，阴质，于峰，你做得到吗？萧颖听见他沙雕峰哥的名字，毫无压力地点点头，周氏叔，我做得到。见他毫不迟疑的回答，周强的脸色这才好了点，只是有几分不信，真的？萧颖哪里敢摇头，真的，我清清白白，心里没人，以后和您结婚了，心里眼里就您一个。呵，这句清清白白，心里没人，听着周强心情好了点，谅你也不敢说假话。他低头抿了一口茶，然后把茶盏塞给萧颖，添水。于老爷子眼睛一亮，知道这事儿成了，连忙催促萧颖，风儿愣什么，快给你周氏叔添水。萧颖接过茶盏，添了，递过去，周强有意为难，假装没看见。萧颖一边在心里念着结了婚以后让你好看，一边满脸诚恳的讨好道，卿卿是叔，快接了茶吧，你这样我心都慌了。好了，住嘴。周强接过茶盏，怒目而视，显得格外恨萧颖那张满嘴骚话的嘴巴，低声恐吓道，你下次再敢滑舌一句，我就割了你的舌头。周强阴恻恻的语气吓得萧颖头皮发麻，手脚冰凉，浑身一哆嗦，连忙闭上了满嘴跑火车的两瓣肉，做噤声状。妈呀，现在都21世纪了，为什么还有人动不动就割舌头抽筋扒皮？就算周家是百年望族世家，底蕴深厚，注重传承，也不带这样吓唬人的。乖，回头到了周家，好好学学规矩。周强说道，带着2枚鸽子蛋宝石戒指的手掌，在萧颖年轻俊俏的脸蛋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拍了拍。萧颖心里宛如日了只狗，然后听着他峰哥的爷爷和自己未来的老公洽谈确定联姻之后的事宜。结婚的日子定在什么时候？于老爷子刚才已经问过这句话了，又被对方含含糊糊的问回来，让他心生警惕，觉得里面大有玄机。避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于老爷子设下老脸说，周贤侄依伯父看，登记结婚宜早不宜迟，而摆婚宴倒是可以慢点。周强又问，那登记结婚后于峰该怎么安排？一旁的萧颖就愣了，什么怎么安排？于老爷子也愣了，试探道，自然是跟周贤侄回周家去住。屋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周强用鄙夷的目光瞥向萧颖，一副你果然迫不及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样子，说，吃相别太难看。萧颖正要认真跟周强解释本人的吃相不难看，但是又突然卡住，觉得周强并非跟自己讨论吃相的问题，而是另有深意。周某最多只能允许下周一去登记结婚，然后又瞪了萧颖一眼，喝了一口茶说，搬到周家的事，既然你锲而不舍，坚决要求结婚后就搬吧。萧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但不知道为什么表情呆滞，怀疑人生。风儿，
还不快点谢谢你周氏叔。于老爷子脸都笑僵了，不见孙儿有反应，连忙开口提醒一句。萧颖回神，谢谢周氏叔。事情到这里就等于谈妥了。于老爷子挽留周强吃午饭，周贤侄留下一起吃顿便饭可好？周强看了看时间，不用了，我还有事情。于老爷子点点头，不敢强留，吩咐萧颖，风儿，好生送送你周氏叔。好的，爷爷。萧颖不是怂的人，尽管这位周家太子爷跟传闻中一样难搞，也丝毫不退缩。周氏叔，您请。二人一路走出于家前院，到达前门，一辆黑色的名贵商务车停靠在四合院门前。车上的人见了周强，立马呼啦啦的下车。两名1米8几以上的壮汉，黑西装墨镜，站在前面对周强一鞠躬，先生。萧颖清晰的感受到，周家太子爷的派头不在于人多人少，人家拼的是气场。周强抬了抬手，转身对萧颖挑剔的望了一眼，行了，你回去吧。周氏叔，一纸婚书还没到手，萧颖哪敢摆少爷脾气，连忙一个箭步上前去，帮周强打开车后座的门，您请。不只是周强愣了愣，跟在周强身边的2个保镖也愣了愣。什么玩意儿？抢饭碗的？他们不要混了吗？周强看起来却很微妙，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游走于两者之间，到最后形成一个古怪的笑容，依旧看得人们心里发毛。你倒是乖叫。等他上了车，萧颖的心平安落地。周氏叔，我们下周一怎么联系？萧颖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有周强的联系方式，于是赶紧再次打开车门，矮身坐了进去。请您给我个联系号码、微信，如果有的话也一并给我。周强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差点被气死过去。你进来干什么？还靠得这么近，没看见车上还有2个保镖吗？出去。萧颖无辜道，我只是想要个电话号码，没别的想法。周强怒道，你可以隔着窗子要。进来干什么？不知道这样很丢人吗？让保镖看了怎么想？好好好。萧颖没法了，立刻退出去，关上门，隔着窗子问，您给个名片，让我扫一扫，或者我扫你。话音刚落，就被车里的人塞了一张真的名片到手里。萧颖一根筋地说，我不要这个，我要私人号码、微信号。周强从脖子热到脸上，拼命地瞟前面的保镖有没有看笑话，咬牙道，你真是不可理喻。2分钟后，萧颖成功的要到了周家太子爷的私人号码和微信号。周氏叔再见。萧颖摆摆手，下周一见。然后沐浴在豪车的车尾气中愣住了，下周一？我去，他掰着手指头算算，不就是明天吗？豪车上，周强解开领口的一粒扣子，用手朝自己滚烫的脸上扇风，真是的，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不知廉耻的男人，硬是逼着别人娶她，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痴情种子。啊呸！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你们见过这样的男人吗？周强越想越生气，一定要跟保镖们好好说说自己今天在于家的遭遇，真是岂有此理！我本来都要走了，他竟然脱光衣服追上来，后面的似是不好意思说，但还是强忍着羞愤的说了，一把抱住我。保镖们，那个于家的少爷竟然这么厉害的吗？居然敢脱光衣服抱住周家太子爷，人才啊！周强又说，这个叫于峰的人极其油嘴滑舌，一上来就亲亲肉肉的叫个不停，我历来最讨厌满肚子花花肠子的人，怎么可能会让他进门？保镖们欲言又止，没忍住地说，那您为什么要给他私人号码？还约好周一见。周强哼了声，后来他不知廉耻的跪求，我就答应了他进门。保镖们猝不及防，花了好大的功夫才稳住方向盘，挽救1车3命的惨剧。周强咬咬牙，现在想想有些后悔。你们要知道，明天就是周一，要不是他催得急，顿了顿才到，我根本就不想定周一这个日子。保镖们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只能继续沉默装死人。周强不满这些木头一样的保镖，皱眉道：你们就不问问我周一去干什么？保镖们立刻问道：先生周一要去干什么？周强当时脸色泛红，气得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和那个不知廉耻的男人去登记结婚。随后想起了什么似的，又艰难地道：登记后他就要搬来周家，和我住在一起。听了上面那么多，两个心腹保镖已经分不清他们先生究竟是生气更多还是期待更多，真是不好说不好说，也不敢说不敢说。所幸周强没有继续说下去，也没有让他们发表意见，这让大家松了一口气。车子开进周家胡同，停在一座有些历史的四进四合院门口。等周强下了车，心腹保镖甲陪同他进门，心腹保镖已去停车。强儿回来了。穿过外院，走进二门，就看到周家老太爷坐在花花绿绿的院里晒太阳，看花逗鸟，听曲儿，脚边还有条金巴犬。他叫旺来，挺聪明的一条狗，听见周强的脚步声，立刻汪汪直叫。蠢狗！周强却很讨厌他，因为他谁都不废，就废周强。走到周老太爷身边，周强居高临下，抢了父亲的烟斗，喊了声爸。周强是周老太爷周九怀的老来子，周九怀38岁才生的他。今年周强30岁整，周老太爷高龄68。怎么样？看中了吗？周九怀坐起来问道。他这个人有点迷信，自从周强的第一任老婆死了后，就听算命的师傅说了，他们家周强命中犯女，不能娶女人当老婆，必须娶个八字刚硬的大男人，才能镇得住周强的命格。否则周老太爷怎么会怂恿周家的独苗苗去娶余家的少爷？他又不是失心疯了。还成。周强没好气的把烟斗还给对方，说道：自己注意点，别一天到晚的抽烟。唉。周九怀说：还成是什么意思？定了吗？周强不耐烦道：我刚回来，先去洗把脸。就背影匆匆的走了，活像有虎狼之物在背后追赶。这孩子！周九怀不高兴的敲击烟斗，直到看见没有离开的保镖甲，忽的笑起来：小甲，你过来说说。跟着周强一块出门的保镖甲，不出意料的被周老太爷盘剥得干干净净。周九怀饶有兴趣的听，一会儿面露震惊，一会儿又笑得哈不拢嘴。哈哈哈！被老太爷拍大腿的保镖甲一脸生无可恋。周强烦死了，换了一身棉麻质地的居家服之后，在自己的屋子里看邮件、批请示、处理公务。宝坤，我一听说你回来了，让我端点吃的给你。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面容端正的男人，他叫沈慕言，和周强有着很复杂的关系。简单说就是沈慕言的姨妈是周强的后妈，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有着兄弟一样的感情。而沈慕言比周强小2岁，大学毕业后就进了周氏，是周强身边最得力最信任的属下。放着吧。宝坤是周强的小名，他亲妈取的。因为回忆太伤感的原因，直到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这么喊他。而周强这时因为心里想着事情，并没有注意到沈慕言的异常。我听姨父说，你今天去余家看人。沈慕言故作轻松地问道：看得怎么样？那位余家二少爷长得好不好看？强迫自己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的周强，闻言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余家二少爷的脸，并且挥之不去，非常烦人。但是沈慕言跟他关系不错，他不想敷衍对方，就仔细回忆说，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大概就是跟我一样高，可能比我矮上那么一点点，皮肤比我黑，教养有些差，哼。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吃相很难看。沈慕言沉默，面上不显，内心精彩纷呈。也就是说，周强果然是在余家吃完饭才回来的。这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那你忙着吧，累了就歇一会儿。沈慕言暗叹了一声说道，然后站起来离开周强的屋子，去了姨妈居住的第3进正房。姨妈叫薛万芳，和沈慕言的妹妹沈青青在屋里聊天看剧吃东西。
我哥来了。沈青青激动的下榻，抓着大哥问道：怎么样，打听到了没有？表哥真的去于家看人了吗？沈慕言说：看了，他还很满意。薛万芳蹭地坐起来，扔下手里的一把瓜子，说：这不可能。以他对继子周强的了解，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能让周强满意的活物。老爷子身边那条可爱的金巴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沈青青纠正道：姨妈，不是表哥不喜欢旺来，是旺来先不喜欢表哥的。再说了，他表哥才没那么差，否则他亲哥也不会神魂颠倒。是的，沈慕言喜欢周强，在薛万芳和沈青青这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当事人周强不知道，周强的父亲周老太爷也不知道，或者说周老太爷存心装傻，不希望沈慕言和周强在一起。因为周老太爷很清楚，他儿子是乖僻邪谬、喜怒无常的脾气，而沈慕言对周强有那种想法，在气焰上就比周强矮了一头，再加上沈慕言是温顺老实的脾气，他镇得住周强吗？答案是否定的。周老太爷心如明镜的东西，薛万芳当然也一清二楚。他恨铁不成钢地说：沈慕言啊沈慕言，你说你光有贼心没贼胆，守着肥肉都不偷吃，你还是男人吗你？薛万芳痛心疾首，很是希望自己的外甥能有男人的硬气，至少在面对周强的时候给人一种旗鼓相当的感觉，而不是一味的顺从。姨妈，沈慕言面露无奈说道：你又不是不知道表哥那人，一身乖僻邪谬、喜怒无常的脾气，谁有办法？再说了，沈慕言从小就活在被周强统治的阴影下，能硬得起来才怪。你刚才说什么？周强对于家那个二少爷很满意。薛万芳冷静下来，咀嚼了几遍这句话，轻叹了声，说道：等着瞧吧，进来了也不一定待得住。就是。沈青青应和了句。再仔细想想他表哥那天上地下绝无仅有的坏脾气，就深深的打了个哆嗦，突然同情起了未来的表嫂来。于家，萧颖正在收拾东西。当他知道下周一就是明天的时候，于老爷子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霎时笑得一脸内涵，过来拍拍二孙子肌肉结实的胳膊，说道：风采犹似你爷爷当年。滚！萧颖心想。不过经过于老爷子的提醒，他想到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现在得去做。作为一个人狠话又多的行动派真男人，萧颖用实力证明自己从来不怂，拿起手机就拨打周强的私人号码。周家。周强瞅着不停震动的手机，屏幕上写着于峰的名字，修长的手指在桌面上富有节奏的轻扣，1、2、3、4，等铃声响的差不多了，周强才拿起手机接听电话。喂，周氏叔，一把清越好听的声音传来，透着年轻人独有的朝气。于峰？周强问。是我。萧颖说：周氏叔晚上好。哼。等了一晚上才等到这个电话的周强冷冰冰说：怎么，你也知道现在是大晚上？萧颖说。周强说：风高夜黑的给我打电话，不知道还以为我跟你很熟。萧颖心想，难道不熟吗？过了一会儿，传来周强阴沉的声音：于峰。萧颖捏着手机静静听他说完，有感而发地说：世叔的声音金声玉润，响遏行云，洋洋盈耳，简直就是天籁之音，我很喜欢。呸！周强的老脸一瞬间烫成8月天正午的柏油路，红的都直冒烟儿，直接忘了找茬，甭说废话，说正事。好的。萧颖收起学他峰哥泡妞那套，疑惑道：您怎么知道我有正事儿？这话问的周强冷笑出声，因为没正事还敢大晚上打扰我的人，根本不可能活到今天。然后那边就很久都没说话。周强皱眉：你还在吗？萧颖回答：还在，只是在思考，我们明天在哪见面，算不算是一件正事儿？如果不算的话，按照对方的凶残程度，
自个儿这条小命岂非不保？周强想着对方话里的意思，表情顿时五颜六色，精彩的很，说道：原来你绕了一个大圈，就是想我去接你，真是够荒谬，够任性妄为，可笑！于峰，你真当自己是娇娇弱弱新娘子怎么着？竟然撒娇让人去接，什么鬼？他就是问一问明天怎么碰头。电话那边，周强还在继续说：堂堂男子汉，你给我适可而止一点，我周某绝不会因为你是嫁人的一方就对你千依百顺，那是不可能的，你死了这条心为好。萧颖被教训得一头雾水，耿直地说：周氏叔，那明天上午10点我们在民政局门口见，这样总行了吧？周强噎在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萧颖松了口气，认为对方接受了自己的提议，于是说：世叔早点休息，晚安。等等！周强喊住马上要挂电话的青年，恼羞成怒的在自己屋里握紧拳头，说：我才是长辈，凭什么要你来安排我的行程？萧颖就懵逼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究竟要怎么样？明天早上9点，在你余家门口等我。周强深呼吸了一口气，撂下一句话，然后就挂了电话。就这样，萧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但不知道为什么双眼呆滞，怀疑人生。这一夜，他睡得很好，安稳的不像是第二天要去结婚的人。当然了，因为萧颖手持的证件都不是自己的。妈的，手里的证件有力的摔在床上，因为萧颖郁闷的想起，此时此刻他峰哥也拿着他的证件环游世界，顺带霍霍各国美女。二少爷。门外响起女佣的敲门声。进来。萧颖的气质登时从奔放狂野的男孩子变成优雅绅士的贵少爷。毫无意外，再次把进来给他提行李箱的女佣们迷得五迷三道，小鹿乱撞。二人害羞了好一会儿，才捏着嗓子问他说：哪些是二少爷的行李？我们帮您提。这次回国，萧颖的行李并不多。然而昨天晚上，大房夫人管明珍听说于峰和周强的婚事已定，就上了心，连夜让人收拾了2个大大的箱子，抬过来让萧颖自己挑。作为一个在外国长大，对中国风心怀敬意的五好青年，萧颖当然不会辜负管明珍的好意。服饰、配饰、把剑、扇子、帽子，用不上的新色绸缎，他都要了。番儿，此刻时间已快9点，于老爷子吃完早饭后，提溜着鸟笼子去了散步。管明珍抓紧时间逮住二房的兔崽子，再训诫几句。珍姨知道你在国外长大，对咱们国内的一些规矩不太懂，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周家很重规矩，讲究忠信孝悌，礼义廉耻。你过去之后要入乡随俗，千万不要把你从国外学习的那一套搬出来。这些于老爷子昨晚就跟他说过了，我知道。在当今社会，已经很少有人重视家规传统之类的东西，但是周家不同，人家屹立100年不倒，有那个底蕴，也有那个坚守老祖宗传承的资本和骄傲。如今北京城里这样的人家屈指可数，所以萧颖觉得还挺酷的。二弟走了一个管明珍，又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于浩，一边系着袖口的扣子，一边笑盈盈的走过来，说道：大哥先恭喜你了。托！萧颖心里是这么想的，嘴上却乖巧的说：谢谢大哥。于浩这只笑面虎，当年于峰母子还在国内的时候，一直被他明里暗里地下绊子。如果说于浩是只笑面虎，那长大后的于峰就是痞言笑燕燕中隐你血肉的狼。虽然萧颖只学了皮毛，但是应付于浩已经足够了。他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我还赶着出门，大哥请自便。被晾在身后的于浩望着萧颖的背影，轻蔑地吐露了句：废物。院子里，萧颖找到正在散步的于老爷子，站在他背后说：爷爷，我要走了。于老爷子说：去吧。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该说的昨天都已经交代完毕，甚至还给二孙子的行李箱中塞了一个移动硬盘，千叮万嘱让乖孙到了周家以后一定要看看。
不然会后悔的。这把萧颖弄得抓心挠肺，心想，难道是中国武功秘籍？四合院门外，一辆黑色豪车缓缓停靠。坐在车内的正装非西装，而是改良唐装。男子吩咐道：“进去喊他出来吧。”保镖甲：“是，先生。”今天负责跑腿的依旧是他。二少爷，周先生来了。那就走吧。萧颖今天一身象牙白的西装穿在他身上，显得格外的玉树临风，一表人才。往仔细了说，就是盘量条顺，肩宽腰细，脖子以下全是腿。周氏叔，早。这位明眸皓齿的翩翩卓公子站在车窗外面跟车里的人打招呼，但是似乎没有上车的打算。周强漫不经心的一扭脸就愣住了，收回眼神，抚了抚胸口，再继续盯着看，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咽了下口水，问道：“你怎么不进来？”萧颖眨了眨眼，说：“我怕是叔又赶我出来。”周强一愣，语气冷冷地说：“少来这套，快上车。”同时瞥着萧颖身边的年轻女佣，目光如同冷箭般嗖嗖放送：“小贾，帮二少爷搬行李。”是，先生。所谓的害怕，也不过是萧颖口头上说说而已。他从来不怂。萧颖打开车门，矮身而入，嘴唇红润漂亮，噙着丝丝复制他风哥的笑意，一双凤眼蕴藏光芒，炯炯有神地打量周强，说：“世叔今天真帅。”周强暗中藏在袖子里的双手欢快地转动着拇指上的羊脂玉扳指，然而脸上却显得冷漠如丝，不屑一顾，吃油嘴滑舌。坐在前面的保镖椅虎躯一震，头皮发麻。来了来了，大型口弦体正值联欢晚会表演又要开始了，由周氏总裁周强先生个人为您倾情演出。萧颖沉默片刻，不知道游神去了什么旮旯角，等他回神之后，打开车门下了车。去哪啊？周强问道，同时一伸手抓住萧颖的手臂，脸上写着不可置信的吃惊。他以为萧颖生气了，世叔快松手。萧颖要求，但是他发现这位喜怒无常的周家太子爷死死地握着他的手臂不撒手，甚至还一副要用眼神瞪死自己的样子。他只好解释道：“我的西服跟你不相称，我记得我的行李箱里有一件跟你差不多的衣服。”原来是这样。得知自己误会了对方，周强这才快速地收回手掌，甚至还在裤子上蹭了蹭。找到了。外面传来萧颖略带兴奋的声音，越发让周强觉得指尖发烫。周氏叔。萧颖坐进来说：“麻烦你把那边的窗子关一下，我要在车里换个衣服。”什么？周强眼皮子一跳，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身边的青年，反问道：“换衣服？”随即脸色铁青的怒喝：“不行，车上有保镖，换个屁的衣服！你休想在车上换衣服！”他不准。但是萧颖是个说风就是雨的孩子，动作丝毫不拖泥带水。在周强阻止之前，他已经手指灵活地解开了西装裤子上的暗扣，显然是要先换裤子的意思。周强看得眉心直跳，气急败坏，第一反应就是喝止前面的保镖椅，不许回头。末了又加一句：“不许看到后镜。”弄得保镖椅满头冷汗，微襟正坐。别说看到后镜了，他直接就闭上眼睛，捂住耳朵，自觉的模样，这才让周强火气稍退。而罪魁祸首西贝或于二少爷，眼睛眨巴眨巴的看不懂未婚夫的骚操作。怎么了？脱到一半的裤子都不知道是继续脱还是提上去比较好。却见一脸如遭雷劈的未婚夫咬牙看着他：“你还有脸问？”然后萧颖就更不解了，心想：我为什么没脸问？真奇怪，搞不懂就麻溜的一脱到底。周强赶紧把脸转过去，心里翻江倒海的直骂：臭不要脸，小浪蹄子！然而面前的玻璃窗上清晰可见的倒映着奔放小青年的一举一动，令周强双目圆睁，不能动弹，只好一眨不眨的看完。好了。萧颖换好衣服，有些不解，明明大家都是男人，周强有什么好害羞的？
难道这就是管明真所说的忠信孝悌、礼义廉耻？如果是的话，也要自己入乡随俗，变成这样吗？萧颖凭空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就觉得自己浑身起鸡皮疙瘩，可难受了。是叔，他抬手搁着周强的大腿，准备联络男人之间的情谊。周强整个人一僵，如临大敌的瞪着那只手，你险些要晕厥过去似的。色厉内察道：“快把手放开！”萧颖看着自己的那只手，眨了眨眼，便规规矩矩的收回来，放到自己膝盖上，笑了笑：“是我逾越了，抱歉是叔。”心里想的则是：老古董，你是清朝遗物吗？摸个大腿就这般反应。周强确定对方安分老实，不会再一言不合的摸人大腿，这才放下心来，暗中观察穿上血青色改良唐装的青年，显得俊俏文雅，气韵天成，惹人注目。就是衣服穿的有点乱，令人看不过眼。于峰，整理一下你的衣领。周强低声提醒道。啊！萧颖呆了呆，随后用力扯了下自己的领口，非但没有把领口弄好，反而还扯开了几粒盘扣。这个结果令强迫症患者周先生难受的磨牙，努力攥紧自己蠢蠢欲动的手指，低声挤了句：“盘扣。”荒野男孩人设不倒的萧颖随意摆摆手，说：“到时候再扣吧。”因为换了一身衣服，弄得他有点燥热。这是要逼死周强。过了2分钟，男人忍无可忍地说：“把头扭过来。”萧颖疑惑的歪头：“啊？”发生的时候已经把头扭了过去，然后看到离自己108000里远的未婚夫伸出一双珠光宝气的手，萧颖看得思绪飞远，心想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人格外钟爱在自己手指上割宝石，可能是属龙的吧。续上珠光宝气的双手来到自己的颈间，一脸严肃的系扣子。谢谢。他吃惊的说了句。不客气。周强帮他整理完领口，又顺带整理了其他地方，严肃道：记住，穿衣要整洁，说话要文明，举止要高雅。这是周家太子爷训妻的第一课，只有简短的3句话。萧颖作为被训诫的对象，丝毫不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有问题，所以也就心安理得的点头。乖巧的模样令周强的目光深了深，那些藏在肚子里成千上万的挑剔就暂且咽了下去。民政局。当萧颖看见离婚的队伍排得老长，而结婚的人只有他们2个时，脸上露出异常惊喜的表情，朝周强道：你看，我们都不用排队。闻言，周强的脸色登时黑了下去，一边犹豫着要不要改日子，一边被神经大条的小青年气得磨牙。咦，是叔您怎么不开心？萧颖有点心虚，难道是周强发现了自己偷工减料，5句话里有3句不对他使用敬称？可是萧颖郁闷的想，明明大家都是20-30岁，凭什么晚出生10年就要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叫叔叔？而且这个人还是自己未来的配偶。脑壳很疼的周家太子爷揉了揉眉心，瞥着隔壁排得老长的离婚队伍，没好气的点醒道：你难道没发现离婚的队伍特别长？这道题萧颖会。知道啊，我一进门就看见了。但他还是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周强，事叔为什么不高兴？只听周强冷声说：离婚的比结婚的还多，你挑了这个日子，我倒是高兴得起来。对中国传统充满敬意的萧颖恍然大悟地说：世叔说的有道理。然后眼巴巴地问：那怎么办？我们明天再来。不用了。周强一口拒绝，又对自己的小未婚夫沉重地说了一句中国4字真言：来都来了。萧颖点点头，随即想到周强说的不对，这个日子不是他挑的。当大家拿出证件公开处刑的时候，萧颖瞥了一眼隔壁的证件，上面写着1988年11月1号，果然是货真价实的30岁大叔。然后目光移到证件照，竟然也不错。而周强当然也对隔壁小青年的证件斜了一眼，只见1995的字样映入眼帘。于峰竟然是95后的，这个事实令他心情复杂，莫名感到燥热。
周强抿了抿唇，欲言又止。直到登记手续全部办理完毕，心存罪恶感的男人呼之欲出的那句“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也没说出来。反正是于峰自己吵着要结婚的，而非旁人强迫的结果。周家太子爷手持红本本，一边纠结一边眉目舒缓的想。在他内心戏十足的时候，萧颖心里的小算盘也打得啪啪响。首先，他们结婚了。按照周家传统大家庭的规矩，只要不犯大事，这婚姻就很稳固，轻易不会离。而周瑜两家联姻后，即将合作一个于家筹备了多年，但是苦于资源欠缺的大项目，姑且可以叫做周瑜计划。这个周瑜计划并不完全是于浩一手策划，其实是于老爷子为于家做的最后一箭双雕的大事。其一，起复日渐衰落的于家；其二，把二孙子拉入封圈。表面上看来，于老爷子是心疼被流放国外的二孙子，其实归根结底，他所做的一切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于家的立场上。最后，无论于浩会赢还是于峰会赢，于家都会落在一个足够强大的人手里。养中，当初于峰给萧颖分析，告诉他有这么个词儿的时候，萧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潇潇，你听着，哥不是让你去争什么，你不用跟于浩斗，你只要护好自己的安全就行。于峰知道自己爷爷的意思，在萧颖回国的那天都告诉了萧颖。一直就对国内没有什么好感的萧颖，更加对于家这个龙潭虎穴心生反感，所以昨天才会顺水推舟的答应搬到周家。当然，周家也不见得比于家好，只是没有感情的羁绊，装疯卖傻起来也少了许多顾忌。萧颖心想，最多3-5年，等周瑜计划实现稳定，这婚肯定会离。到时候于峰27、28，正好娶老婆生孩子，而自己呢，萧颖美滋滋的想，就向他峰哥讨点钱，自己开公司当老板。此时年轻的萧颖绝对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的人生大道会在周强和于峰这两个坑货的左右下越走越歪。毕竟萧颖才20岁，还是涉世太浅，不知人间险恶。盘算了一圈的周强道貌岸然的坐在车厢内，面容严肃郑重的开口道：于峰，现在你我已经登记结婚，关系今非昔比，以后不可再称呼我为师叔。萧颖问道：那应该叫什么？周强沉默，因为他还在想。叫名字？那是绝不可能。先别说他比萧颖大7岁，不管在年龄上还是辈分上，萧颖都不应该对他直呼其名。周强想了又想，始终想不到一个好的称呼，顿时烦躁道：你就不能想一想，白长的脑袋用来看的吗？萧颖被莫名其妙的训了一顿，还不能发作，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很简单，都结婚了还能叫什么？当然是叫那个词。饶是萧颖这种神经大条的粗人，也觉得有点犹豫不决。倒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害怕自己喊了之后会被周强残忍弄死。然而之前也曾经说过，萧颖什么都怕，就是不怕死。他酝酿了一会儿，靠近周强说：老公。这时萧颖已经做好了会被周强一巴掌呼在脸上的心理准备，只不过他确实看到周强脸上的表情丰富精彩，但是那双珠光宝气的手始终没有往自己脸上招呼。这样行吗？萧颖说。只见忍得很辛苦的周强从抿紧的唇瓣中交出几个字：随你高兴。但是眼神看起来始终很怪异，一直在萧颖脸上打转。萧颖不知道他心里又在编排什么，但是肯定跟自己有关。你在想什么？结婚后他光明正大的不用进城了，因为没有人跟对象说话，还您啊您的。于峰，周强深呼吸了一口气，眼神幽暗的问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萧颖被周强问的有些云里雾里，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只能指着自己的鼻子反问：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他倒抽了一口凉气，是自己最近失忆了，还是怎么着？周强挑了挑眉，这正是他想知道的问题，结果萧颖却装傻充愣的反问一句，种种迹象都流露着害羞的意思，于是催促道：别磨蹭，快说吧。萧颖今年才20岁，
对情情爱爱的事情7窍通了6窍，还剩1窍不通。好在他清楚周强脾气古怪，手握杀生大权，是自己需要让着点的对象，就含含糊糊道：嗨，说这个干什么？总共就认识20个4小时，说这个有意思吗？周强攥了攥手，果然对方在害羞。周强勉强露出一副比刚才和善了不少的模样，说没关系，你尽管说。小小哥哥心里想，这人还有完没完了？可是为了自己的耳根子清净，他就随便掰了个谎，具体昨天见面的时候吧。神情认真的连他自己都信了。没想到周强却很瞪着他，脸色一阵热一阵红的指责道：我记得昨天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你竟然你就……全车人提着心等待着，但周强始终没说下去。萧颖也觉得自己太过胡扯了，抓抓脸臊得慌的说：好了好了，你知道就行了，略过这个话题，别说了。落在周强眼里，萧颖就是害臊了。哼！这一声轻哼里暗爽多于生气。这瞬间整个车厢都安静的可怕。同车而坐的2名保镖，他们可是跟在周强身边快10年的人，早就知道周强是个什么样的人。反正简单来说，这10年中他们从没有见过有谁那么不要命，竟然敢向周强表白。今天猛地听到萧颖对周强表白，2名保镖震了，惊了，疯狂地在心里给萧颖双击666，懵逼小星星，因为萧颖太厉害了，他们非常佩服。当事人周先生的手掌松了又紧，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掌心中沁出了热汗，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隔壁那个轻浮的年轻人。周强努力的沉着脸，而心里却早已翻江倒海，不可置信，对方竟然才见面不到24个小时，就对自己说这么臭不要脸的话。哼！周强又轻哼了一声，然后就转头看向窗外，暗地里的消化着自己有个狂热爱慕者这样的事实。这一消化就直接回到了家门口，周强被人通知了声：先生到了。和他同车的萧颖立刻龙精虎猛地打开车门，想要离开这逼仄的空间。不过一只手比他还快，迅速地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不容置疑地摁了回去，举止要高雅。周强淡淡地说，然后才放开他，让他重新来一次。懵逼的萧颖在座位上愣了愣，和周强对视了几眼。好吧，现在这个人是自己的老公兼长辈，除了敬着让着，好像也不能怎么样。帅气迷人的萧小哥哥整理了一下衣服，抬起手优雅地打开车门，然后优雅地先迈出右腿，起身向前走2步，最后一抡胳膊关上车门。在隔壁的周强眉心跳了跳，等对方混不吝地走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冷声说：下次关门小声点。萧颖就抱着胳膊不依了，对方这是在故意找茬吗？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些不高兴地说：知道了。和他一起走进4合院的男人唇角抿了抿，2只黑沉沉的眼睛斜眼望向情绪外露的年轻人，沉默不语。这俩人你一言我一句，立刻将气氛弄得急剧下降，让人心惊胆跳。作为当事人的萧颖凭借自己粗大的神经，完全没有感受到保镖们那种水深火热的感受。是不是亲爱的？萧颖张望了一下陌生的4合院，满眼新奇的对周强说：你们家的4合院真大，是几进的？保镖们只觉得刚才还即将居住的气氛突然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模样，他们印象中冷漠阴沉脾气古怪的先生此时刻意放慢脚步，陪那位新官上任的周家长媳嗨嗨1步3晃悠的走着，嘴里讲解4进是乾隆年间翻修的宅子。萧颖配合地点点头，评价说比余家的宅子大，也比余家的宅子漂亮。被小对象称赞的周强露出一抹不显的笑容，心里好受了不少，说道：这算什么，你跟我来。然后把着萧颖的手臂走日常不走的那条岔路，绕一圈前院的回廊，从倒座房前面穿过。这是前院，这是倒座房，不住人，然后跨过2门，仔细的又说这是2院，有花园有茶棚，是我爸和方姨的院子。方姨是谁？萧颖一边看一边问道。周强科普道：
方姨是我爸的第二任夫人，她姓薛，有2个外甥养在我家，一个叫沈慕言，是表弟，一个叫沈青青，是表妹。他们住在2院的东厢房。哦。面对偌大的院子，萧颖迫不及待地问：那我们呢？雄性动物的本能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圈地盘。我们？周强被这个词弄得心脏直跳，似是没有想好把萧颖带回来之后该怎么安置。人小主意大的萧颖也不等他安排，直接说：你住在哪个院子？到时候自己住在旁边不就行了吗？然而周强却误会了萧颖的意思，以为萧颖要登堂入室霸占他的屋子。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想的脸色都变了。萧颖又说：我带的行李没有被褥之类的，你家的床有没有现成的床上用品什么的？周强被他问得浑身不对劲，脑袋恍恍惚惚的心想，那不是废话吗？当然有，而且还是苏绣的绸缎被面，只不过图案简单无趣了些，不是鸳鸯戏水的图案而已。毕竟周强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结婚，否则还不是分分钟叫人赶工的事情。就在周强的思绪快要冲出宇宙黑洞的时候，一条小白狗从2院的花圃中钻了出来，正是周老太爷的旺来。旺来汪汪直叫，冲向这院子里唯一的陌生人萧颖。要知道萧小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却因为5岁那年被一条流浪狗追过，从此见到狗就像见了克星。这时看见一条狗向自己冲来，狗啊，这里有狗！萧颖大叫的转身就跑，矫健的身姿一瞬间打破了刚才还和谐悠哉的气氛。2个负责提行李的保镖呆住了，刚才还给萧颖解说周家院落的周强也神情愣怔，过了好一瞬间才回神。疯字还没说出口，萧颖已经绕了花圃一圈，走投无路的往他身上扑。呜呜，救命啊！高挑的身材扑过来，扑得周强往后倒退了2步。稳稳接住萧颖的男人额惊暴跳的咬牙说：于峰，一条巴掌大的小狗而已，你至于吗？萧颖哭唧唧的勒紧救命稻草，语气中还疑似带了一丝抽噎，囔囔说：一个巴掌怎么了？那也是狗啊。然后又怯怯的回头看了眼1丈之外的金巴，呜咽，明明是2个巴掌大。周强这一生经历过无数场面，但是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抱着一个怕狗的男人束手无策。最后还是保镖们机灵，连忙放下手里那2个萧颖的行李箱，去抱旺来。汪汪汪！旺来冲着抱在一起的2人吠叫。发生了什么事啊？薛万芳出来查看情况，却猛地看到继子周强和一个陌生的青年抱在一起，把他看愣了。啊呀，你快把他弄走，弄走！萧颖挂在周强身上，哭喊的像是被人上了大刑，听得周围的人无奈兼无语。好了，小贾已经把他弄走了，你不用怕。周强拍拍哭得打嗝的人说，顺便木着脸看他。方姨出来了，你把我的脸都丢光了。萧颖睁开光打雷不下雨的双眼，看见那只凶猛的金巴确实被保镖夹制住了，心里松了一口气。哎呀，总算抓住了。周强想说什么的时候，就见萧颖开心的从自己身上跳下来，一脸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笑眯眯的对薛万芳鞠躬打招呼：方姨您好，我是于峰。他不由得挑起眉，这小子的脸皮也太厚了。薛万芳点头：你好，你就是于峰啊，阿姨早前就已经听说了。他笑着又打量了下萧颖，满口称赞，果然是个俊秀的孩子，阿姨看了也很喜欢。谢谢方姨。萧颖也打量他，脸圆又贵气，笑容很和蔼，看得出年轻时的风采。方姨。周强见他们说完，才淡淡的喊了句：好，前儿带于2少爷回来做客，怎么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弄得我措手不及，什么也没准备。薛万芳嗔怪道，然而却突然看到了空地上的行李箱。这时只听他继子周强略带装逼的说：于峰的行李我们已经登记了，从今天起他就是周家人，跟我住在一起。这个消息对薛万芳来说不亚于突然听见医生宣布50好几的自己怀了孕，
着实是被惊了一跳，说：“登记？是他想的那个样子吗？”“是的，方姨。”萧颖很有礼貌的说道，“一会儿我再让我家亲爱的带我过来拜见2位长辈。”周家有几个长辈，他这个鱼目混珠的贾二少还是清楚的。只见周围的人都不约而同的露出了同一款呆滞的表情，除了周强以外，他又羞又气，训斥于峰在方姨面前胡说八道什么。然而不等薛万芳反应过来为萧颖解围，周强就拉着萧颖的手腕，嫌他丢人似的往3院带去。走！2名保镖连忙把旺来还给夫人，然后提起于二少爷的行李箱追上2人。薛万芳只好抱着狗子，眼睁睁的看着那对把臂同行的新人如胶似漆的离开了。这里是3院。周强过了3院的垂花门，才放开怕狗的小对象，假装若无其事的继续介绍：“是我的院子，除了我以外，别人很少过来。”缓了缓，才继续说：“你喜欢吗？这里很漂亮气派。”萧颖当然是喜欢的，对他笑笑说：“那你想把哪间屋子分给我？”容易多想的周大公子斜了他一眼，暗道：真是个狡猾的人，明明都司马昭之心了，还装作一副清纯的样子。你自己认为呢？想让他说出那句正中下怀的话，不可能。我看东厢房就挺不错。萧颖环视了一周说。周强眯了眯眼，越发相信萧颖是在欲擒故纵，但是他突然就失去了和对方见招拆招的兴趣，直接干脆明了的拍板说：“东厢房空置太久，来不及收拾，你就住在正房吧。”萧颖想想也是，就说：“好啊，住在正房的耳房也不错。”虽然说是4合院，但是现代化的耳房通常都收拾得很舒适，一般都是用来中午睡个午觉的地方。谁知他刚说完，周强就停下了脚步，一脸风雨欲来的忍耐着什么似的，咬牙说：“于峰，你适可而止一点，欲擒故纵也要有个限度。”要是没有登记之前，周强这样给萧颖甩脸色，萧颖还会鸟他一鸟，但是现在都扯正了，还动不动就甩脸子，萧颖心想：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当即就抱着胳膊说：“睡你个耳房怎么了？你可别忘了，现在我是你对象，你的卧室我都睡的。”然后就立竿见影的看到被自己反驳了一顿的周家太子爷脸色肉眼可见的好起来。你说的对。然后对身后的保镖甲乙说：“把二少的行李提到我的衣帽间。”一旁的萧颖暗地里心想：看，有些人就是贱骨头，给他好脸色的时候他不乐意，非得抽一巴掌才知道好好说话。互相都心里有鬼的2人在正房休息了一会儿，就见家里的帮佣提着2个食盒进来，说是薛万芳的吩咐，顺便传递周老太爷的话，喊他们好好休息，1个小时后吃午饭再见。意思就是不用立刻过去见人。萧颖很乐意，加上他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早饭吃了到现在早就饿了，看见满桌的食物就说：“方姨人真周到，还特意给我们送吃的过来。”周强原本没有注意，听萧颖这么一说，才想起自己每次回家薛万芳也是这样招呼：“方姨很好。”这句话要是被薛万芳听见，肯定会受宠若惊，因为他看着周强长大，却一直都跟周强关系淡淡，始终得不到继子的肯定。不过薛万芳也不伤心，因为周强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吃过餐前开胃小点心之后，周强带着连吃了好几盒点心的萧颖一起去2院和2位长辈一起吃饭。期间周强一直不着痕迹的在花圃里寻找着什么，但是结果令他很失望，那只蠢金巴不知道窜哪儿玩去了，连根狗毛都找不到。周老太爷见了年轻俊俏的萧颖，显然是很喜欢的，一直不住的拉着萧颖的手说话：“来，过来爸这边说话。”萧颖话到嘴边的伯父就硬生生的改成了爸。和他站在一起的周强脸庞微微热了热，瞪着周老太爷说：“您给改口费了吗？就让人喊爸。”关键是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给。周老太爷哈哈大笑，连忙从自己兜里取出刚才准备好的红包，塞进儿媳妇的手里：“来，收下，这是应该的。”一旁的薛万芳也热情地递出一个红包：“
这是方姨的红包。萧颖一并鞠躬谢道：“谢谢爸，谢谢方姨。”接下来却朝周强伸出手，不似开玩笑地道：“亲爱的，你的改口费呢？”噗！正在喝茶的周老太爷，可嗨，这口狗粮太硬太涩，可死他老人家了。你，周强的脸色足以代表他有多么猝不及防，以及内心戏有多么的精彩。你什么？我可是在回来的路上就改口了。萧颖装疯卖傻地道：“难道你想不认账？”这时缓过来的周老太爷和薛万芳齐齐看着周强，难得理直气壮的对周强数落：“钱儿还不给？”周强抿了抿嘴，一边用复杂的神色看着萧颖，一边摸了摸自己脖子上随身带的玉观音，结给了萧颖，说道：“我没有准备红包，但这个玉观音比红包值钱。”周老太爷和薛万芳都倒抽了一口气，因为这个玉观音何止比红包值钱，那简直就是周强的命根子，因为这是他亲妈留给他的遗物，戴了有30年了，没拿下过来几次。谢谢。萧颖看玉观音通体透亮，水头不是一般的好，加上他本人对玉石翡翠也是很喜欢的，就高高兴兴的收下了，还使唤周强说：“你给我戴上吧，不然收了也不知道往哪搁。”周强瞪了瞪眼，好像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为了让对方顺手，萧颖还很体贴的矮下一截身体，催促道：“快，这样蹲着很难受。”唉，薛万芳暗叹了一口气，同时庆幸沈慕言兄妹俩不知道今天于家二少爷会来，所以两人都去上班了。不过马上又担心起来，要是沈慕言下午回来，发现周强不仅把于家二少爷领了回来，俩人还登记了结婚，会不会承受不住？这顿饭吃得很开心，吃完之后，周太老爷也没有留他们说话，而是直接打发他们回三院休息，有什么事稍后再说。萧颖最喜欢这种开明的长辈，突然间觉得嫁给周强也不是那么难过的事情。回到三院，斜在周强的床上，拿出2个红彤彤的红包，萧颖就像小孩子一样，对这2个红包看了又看，然后才满怀期待的打开。周强就坐在隔壁，手上状似捧着一本书，使得眼神早就飘到了新媳妇的身上。只见对方笑眯眯的拆开红包，看见一沓厚实的票子，眉毛就高高的抬起来，脸上写满了愉悦。拆第2个的时候也是这样，周强就默默的放下了书，在屋里翻箱倒柜的找出一个红封，往里面猛塞了些钱，然后一脸漫不经心的递到萧颖手里，补上。哎，萧颖看见红包愣了下，摸摸领子上的玉观音说：“你不是给了吗？”周强严肃脸：“那是我妈的份，这是我的份。”萧颖想到了什么，就默了默，把红包拿到手里：“给我封多少钱？”本以为会收到谢谢的周大总裁，望着举止不高雅、说话也不文明的媳妇，暗地里对在天之灵的妈妈说了声对不起，儿子不孝，给您找了个这么拿不出手的儿媳妇。1、2、3、4，萧颖数了数，足足有999块钱，于是整百的全收下，零钱塞给周强：“给，毛票还给你。”却听萧颖说：“你给我999，我还给你99，一个意思一个意思。”才不是他嫌弃毛票不好收拾。慢慢的咀嚼懂了这句话的周强，耳根子蹭的一下红透，手里握着99块钱，烫手似的，然后转头找了个小文件袋把钱装起来。“你在干什么？”萧颖从床上撑起来，好奇的看着周家太子爷打开保险箱，然后把一个小文件袋放进去了。“许是公司机密吧？”萧颖失去了收回视线，继续数红包。他喜欢数钱，周强在记录工作的本子上没头没脑的戳了一句，然后甩甩头，心定神凝的处理工作。萧颖在床上数钱，数着数着就睡着了。一根筋的他完全没有初来乍到的拘谨，就像他几天前回到于家一样，明知道周围的人都在算计自己，也毫不畏惧的吃好睡好。周强平时也有睡午觉的习惯，但是今天中午有人霸占了他的床，他就别说睡觉，连靠近那张床1丈以内都觉得呼吸不顺畅，所以要搬张桌子在隔壁，假装办公，熟悉熟悉。这一熟悉就到了下午，出门上班的沈家兄妹俩各自开着车回到周家。
沈慕言知道周强今天没有出勤，所以一回家就问姨妈薛万芳：“咦，表哥今天怎么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薛万芳一脸头疼的望着外甥，不知道该怎么说。正好这时候，周老太爷在外面吆喝道：“小贾，快把旺来逮回来，把他关起来。”沈慕言奇怪道：“好端端的，姨父他关旺来干什么？”薛万芳：“周老太爷，小乙去喊你们先生和二少爷吃饭。”沈慕言眉头一皱，心里已经猜出了大概，只是不死心的问：“哪位二少爷？”薛万芳说：“还能是哪位？既然已经说开了，就捧着茶一股脑的说了，强儿把他带回家了，就今天中午的事儿。哎，他们已经领了证，你就收收心，以后惦记谁都行，就是别惦记着你表哥了。”站在屋里听他说话的沈慕言如同石人，不能动弹。哥，沈青青一直站门口，看亲哥这样，提着长裙走了进来，拍拍亲哥的肩膀：“天涯何处无芳草。”沈慕言低声：“但是像你表哥这样的芳草，可只就一个。”三院的正房里，听到保镖乙的传话，周强瞥了一眼床上睡得正香的人，内心是纠结的，同时埋怨家里的晚饭，这不才6点吗？至于这么早，于峰。周强想了想，还是推推萧颖的手臂：“醒醒，天都黑了。”萧颖翻了个身：“天黑不是应该睡觉吗？”周强黑着脸心想：“妈妈，我对不起您，给您找的儿媳不仅不高雅不文明，还死懒。”起床！陆贺让萧颖1秒钟从床上蹦起来，睡眼惺忪的看着周强说：“发生了什么事？”周强在床边站得笔直，说：“沈表弟和沈表妹回来了，过去2院吃饭。作为新人初到婆家，应对这些礼节是应该的。”萧颖虽然还想睡，但是也没废话，就爬起来，进浴室洗了个脸，又换了一身得体衣服，就跟周强去了2院。沈家兄妹早早在饭厅翘首以盼，当看见一个身材高挑、面容俊逸的青年以那么亲密的距离和他们那位很难相处的表哥走在一起，给他们造成的冲击力不小。上午见长辈，自然是萧颖先问好，而这次就不一样。周强在萧颖喊过长辈之后，就首先向沈家兄妹介绍萧颖：“这是你们表嫂于二少爷，喊人。”确实，不管于家二少爷的真实年龄是多少岁，只要他跟周强结了婚，就是他们的表嫂。萧颖就不乐意了，说：“喊表嫂干什么？我又不是女的。”然后一脸笑的冲沈家兄妹说：“喊名字就行，我叫于峰。”沈家兄妹还没喊人，周强就说：“不行，长幼有序，怎么能喊名字？”萧颖：“反正我不能让人喊我表嫂。”这是生气了。周强赶紧递道：“那就喊二哥。”他是大的，萧颖排在他之下，这样很适合。沈家兄妹俩松了一口气，不然对着明显比他们小的于家二少爷，恐怕喊不出那一声表嫂，就道：“二哥好。”萧颖占了便宜，就笑了：“表弟表妹好。”接着从兜里掏出2钱包，一人给一个，初次见面，大吉大利。“谢谢二哥。”沈家兄妹说：“我也有，你们收着吧。”周强也掏出2红包不说，嘴角竟然带着显而易见的笑意，惊呆了众人。这时候任谁都看得出来，周强对于家二少爷很满意，非常满意。而这位落落大方的于家二少爷，看起来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毕竟真的没本事，也不可能得到周强的青睐。通过中午和周家长辈吃饭的经验，萧颖这顿晚餐吃得轻松自如，跟老油条般坐在周强身边，看见喜欢的就吃。婚礼什么时候举办？周老太爷说：“马上就要国庆节，不如在国庆举办怎么样？”萧颖发现周老太爷的视线看着自个，马上就要表态：“爸，国庆节办什么婚礼？每年国庆节办婚礼的还少吗？”周强不乐意地说：“考虑一下宾客的心情，好不容易国庆放个假，竟参加婚礼去了，换你乐意吗？”周老太爷告诉自己，老子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一定要冷静。那就国庆过后怎么样？不用太铺张，请些亲朋好友就成。萧颖出来调节气氛，顺便在桌子底下踢踢周强的腿。
你踢我腿干什么？周强毫不迟疑地把他暴露，脸上还有点迷羞恼，大庭广众的，要点脸行吗？11月可以的，就是有点冷了，拍照可能辛苦点。沈青青努力地找话说，想冲散那股浓浓的狗粮酸臭味。周强想来想去，那就暂定在11月。就这样，吃完整顿饭，周强也没有发现沈慕言今天格外沉默，毕竟他的视线一直朝自己的左手边，那是萧颖坐的地方。萧颖不傻，当然清楚在周家，周强对他好，他才有地位。亲爱的，这鸡不错，你吃一块。他满脸自然不做作的给周强夹了一块鸡腿肉。周强瞥着碗里的鸡腿肉，抬眸扫视了一遍在座羡慕的眼神，通体顺畅的哼了声，不用这么客气，你喜欢就多吃几块。然后经过几番心理权衡，也动手夹了一个虾给萧颖。萧颖并没有众人想象中那样受宠若惊，而是夹起来放周强碗里道，虾有壳，我懒得剥。这确实是取了个不省油的灯。周强黑着脸，一边夹起来处理虾头，一边磨牙小声骂道，怎么不懒死你？然后把包好的虾仁先沾了酱油，再搁萧颖碗里。周家众人，这是取了个祖宗。萧颖欣然接受了那枚虾仁，谢谢。吃完说了句真好吃，就是有壳，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要有壳呢？周强冷冷笑道，你这么说我也不会再给你包的，懒就不要吃了。其余人早已习惯了周强这种直接的画风，但是考虑于家二少爷初来乍到，这样挺不好的。沈青青作为最小的小姑娘，马上甜甜的笑道，二哥，你喜欢吃虾我帮你包吧，我也喜欢吃虾，我包虾很快的。周老太爷和薛万芳一脸慈爱的看着他，心里夸他懂事。可周强不是这么想，他怎么能让萧颖吃沈青青包的虾？不只是沈青青，王青青、李青青，只要不是他包的就不行。沈青青，你顾着自己吃就行了，不用管他。周强吩咐道。是啊。萧颖也拒绝了沈青青的好意，表妹不用管我，你喜欢就多吃几个，我尝尝鲜就够了。周老太爷倒真是喜欢萧颖，听不下去了道，强儿，你媳妇要吃，你就给包几个。周强有了台阶，就顺着台阶下道，您都吩咐了，我还能不给他包？然后放下筷子，挽起袖子，一口气给萧颖包了一碗。沉浸在商业大佬给自己包虾的快感中，萧颖再一次觉得和周强结婚确实不是一件难熬的事情。高龄68的周老太爷，自打去年被诊断出有高血压，就一直被薛万芳盯着，不准喝酒。而今天晚上，趁着大家高兴的时候，吃着吃着就从桌子底下摸了一瓶酒出来。美名其曰好日子配好酒，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能不喝上2杯？好吧，周强的好日子，薛万芳还真不敢拦着周老太爷开酒，只是叮嘱说，你自己少喝点，让2位新人多喝点。就因为这句话，萧颖被周老太爷灌了好几杯酒。在萧颖觉得头沉沉脸热热的时候，仿佛看到了周老太爷一直冲着自个挤眼睛，干嘛呢？岂知周老太爷根本不是冲他挤眼睛，而是冲儿子周强挤眼睛。想想看，这位于二少爷高挑稳健，身材和他儿子旗鼓相当，如果新婚夜不灌他喝点酒，那么上了床，谁知道是他摁周强还是周强摁他？所以周老太爷决定灌醉他。混在男人堆里长大的萧颖早就知道这位心机老伯伯有意给自己灌酒，他就喝了几杯，就自己抓着酒壶自斟自饮，爸，来来来，再喝一杯，我还没醉。周老太爷心想，要是真醉死了，体验就不完美了。芬儿醉了，强儿快扶他回去休息。周强不疑有他，直接夺了萧颖手中的杯子，嘴里嫌弃着，不会喝酒就别喝，看醉了还发酒疯，完了把酒壶塞给周老太爷，您自个喝吧，下次别再灌他喝酒了，伤身体。薛万芳扶额道，你爸年纪大了，喝酒也伤身体，你怎么不管？周强回嘴道，那是您该管的事儿。然后指指靠在臂弯里的萧颖，这是我该管的事儿，
咱们各管各的。这句话怕不是要戳碎沈慕言的心。我来帮你吧。面容儒雅的青年站起来，帮表哥搭把手。也行，他怪沉的。周强满嘴嫌弃的话一直不停，从而没发现表弟笑容苦涩。你说这家伙是吃什么长大的？才20出头就长得跟我一样高。看见萧颖的头往沈慕言那边歪，又继续骂道：你往哪歪？喝醉了就认不得人了是不？我才是你什么？他这种脸皮薄的人是说不出萧颖那个经常挂在嘴边的称呼的。妈耶，喝醉了也骂。萧颖受不了的赶紧顺着周强的手歪回去，刻意用死沉的身体全压周强这边，却见周强隐隐喘息，一声不吭，弄得萧颖也不好意思继续使坏，就装作被晚风一吹酒醒了的样子，稍微站了起来，用手臂环着周强的脖子，对一旁的沈慕言说：表弟，我好些了，谢谢你扶我。沈慕言借着月光对上萧颖那双有神的眼睛，稍微失神，心想这是表哥喜欢的人啊，真的有那么好吗？不客气。被清凉的风一吹，吹散了他的执拗，顺便放了手。慕言，你回去吧，我扶他就行。周强也在这时候把萧颖的身体全揽在了自己身上。走在回三院的路上，萧颖仗着自己现在是醉鬼的身份，用手捏捏周强，周强扶他的男人脸皮一绷，浑身冒烟。你喊谁呢？周强怒了，心里的小天平彻底打翻，气得恨不能把喝了黄汤就开始撒酒疯的混账摔死。好你个于峰，平时装的人五人六的，对我敬重重着，喝多了2杯就露出马脚了。你不想活了？萧颖对周强的脾气又有了新的一层了解，惹不起。在周强把他扔地上之前，他选择乖乖的闭嘴装醉。你死了？说话呀！周强却不肯放过他，提起脚踢了一脚他。不过这力道就跟挠痒痒似的，非但没把萧颖踢疼，还把20郎当血气方刚的萧颖生生的给踢痒了。哎，他就说2个有颜值有身材的男人不应该抱在一起摩擦。周家太子爷动了怒，打算把死了一般的醉鬼扔在3院的正房门口，让他晒月亮。你怎么又生气了？萧颖一把搂着周强，站得稳稳的，直接暴露了自己没醉的真相。生气容易老，你住口！周强脸色变得异常难看。这也怪萧颖，提什么不好？在周强面前提老字，不是戳心窝吗？不行，我不住口。萧颖看着情绪泛滥的周强，觉得自己似乎真的醉了，要不然怎么会想轻轻令人退避三舍的周强？这不科学。但他没有多想，直接歪头凑上去，张嘴叼着周强那张刻薄的嘴。你！周强浑身一僵，双眼瞪大，心里头翻江倒海，风起云涌的想着自己被亲了，被于峰那个臭不要脸的认识24小时就对自己爱之若狂的混账亲了。周家太子爷脸色爆红，小鹿断气的推了推对方。别动。萧颖说，一个推搡把周强壁咚在墙上，仰着头捧起人家的俊脸继续亲。生涩的舌尖挑开周强的唇缝，带着酒香的味道，试探的把自己送进去搅拌。周强的背脊绷紧到极致，紧紧的贴着冰凉的墙，到最后灼热的被把墙壁暖化。这时周强的呼吸带上了喘意，笔直垂在身侧的2只手紧紧的握住拳头，没有碰萧颖一分一毫。哎，你果然不喜欢我。萧颖小声说，撑着墙从对方唇边离开。周强松开咬紧的牙关，想说些什么，就见萧颖脚步稳健的走进门。他终于发现了，那个混账根本就没有喝醉，全是骗人的，真是狡猾的一个人。周强恨恨的跟上去，神情着急，但是嘴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萧颖收拾衣服走进浴室洗澡。于峰门都关上了，他才小声的避了一句，但对方怎么可能听见？坐在床上的周家太子爷手掌紧紧抓着身边的被褥，表情变幻莫测，
忽喜忽悲，一副快要疯的样子。短短的5分钟，他的脑海中已经呈现了很多他和萧颖之间的爱恨情仇，结局有喜有悲，但是周强都不相信罢了。哼，脑海里已经纠纠缠缠了几辈子，可是现实中那个混账冤家却掉坑里了似的，还没出来。于峰刚好萧颖打开门出来说，什么事？这么冷淡，刚才亲人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周强被气得五脏六腑都疼，死瞪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儿来。都说良宵苦短，萧颖说现在都快10点了，你还在磨蹭。周强结结巴巴，什么良宵？脸红了一会儿，婉尊道，呸，谁跟你良宵苦短？萧颖叉腰，那你洗还不是不洗？洗澡当然是要洗的，但那不能代表什么。周强硬邦邦的回一嘴，然后飞快的进了浴室。都说酒壮怂人胆，加上萧颖根本就不怂，这会儿直接贴着浴室的门说了句，周强，你说不跟我良宵苦短，那我就睡了呀，你自己慢慢洗不着急。周家太子爷差点没在浴室里摔一跤，各种想骂人的话在心里转了一圈，最后从喉咙里吼出2个字，你敢。萧颖垂着眸思考，周强口中的你敢，是说敢睡觉，还是敢出言戏弄他？门外怎么没声音？周强以为他走了，有点急地道，于峰你等着，你敢撩拨我，我一会儿如你所愿。萧颖本来是真的想走的，但是听见周强撂狠话，又倒了回来，心想隔着一扇门，这姓周的就什么都敢说了。于峰？周强的声音里有丝失落。萧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听出来的，而且还心地善良的回道，我在，你慢慢洗，别着急。周强在里面又红了红脸，谁着急了？真是的。稍微冷静下来，却在想，这年纪轻轻的二少爷挺会耍浪漫的，又是亲又是守门弟，不对，这该谈了多少回。吃起醋来的周强完全忘了萧颖说过自己清清白白，没谈过，导致平时洗澡要磨蹭许久的周强草草的洗了下就出来了，含着一张脸酸道，用这种方式追了不少女人吧。萧颖疑惑，女人？他白了周强一眼，老子还是处男。周强心情转甜，但是很快又暴起，你对谁自称老子？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这不是恃宠而骄是什么？开个玩笑，怎么又生气了？萧颖心里吐槽，这家伙就是仗着自己脾气好，换个人早一巴掌呼他了，还能任他1天3顿火的发，就是惯的。走，床上去。萧小哥哥当了20年的处男，对那事早就好奇心满满。哼！周强瞪着前面的青年，都是惯的。2个人一前一后的走到周强那张木质昂贵、雕工精细的大床，谁也没说话的坐上去。你瞅我一眼，我瞅你一眼，都流露出了新娘子上轿头一回的声色。然而萧颖是看过周强的身份证的，也知道周强今年30岁整，心想着隔壁这位周先生总不能没有床上那档子事的经验，所以他就没有主动。正巧周强一直觉得萧颖这人热情似火，好像分分钟可以把人灼伤似的，兼之又爱自己如痴如狂，想必只要自己坐在旁边，对方就会迫不及待地扑上来，所以他就没有主动。就这样，2个人都抱着等对方先主动的想法，内心期待的干等着。于峰？周强左等右等，不见隔壁的青年对自己上下其手，觉得煎熬。你怎么不说话？萧颖怎么说也是喝了点酒，洗完澡之后坐一坐，就有点犯困的意思。好在周强的话即使让他清醒过来，扭头定定地看着五官长得俊美逼人的周先生，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除了脾气差点之外，其余都很符合自己的胃口。这样的夜晚需要说什么吗？萧颖低低轻喃，年轻性感的声音像羽毛一样骚动着离他很近的耳朵。周强咬牙红着耳根子，心想不需要说话，那你倒是动手。但萧颖就像跟他作对似的，手背靠着他，轻轻诱导。刚才门口
我问你，你是什么感觉？真的不喜欢？周强错愕了下，不知道萧颖哪来的结论，觉得自己不喜欢。我没不喜欢。他深呼吸了一口气，撇开脸说道。萧颖却还不放过他，粘上来又问，那你怎么不回应我？也不肯张嘴。这下子周强的整个身体都蹭得灼热发烫，肤色泛红，眼睛瞪得老大，像是羞恼气愤，寡着萧颖说，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少说这些下流的话来羞辱我。哎，萧颖晕乎乎的，终于从前半句窥探到了这位周先生的欲拒还迎，就是明明很想自己对他做点什么，但是又死矜持，一点都不肯承认自己想要。萧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人，而且还是个身居高位的男人。可是万一自己看错了呢？没准对方是真的不喜欢亲热。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对的，萧颖抱着可能真的被嫌弃的心理，侧手亲了一下近在咫尺的白皙脖颈。周强说的没错，他的皮肤确实比萧颖白。此刻衣服领口规规矩矩的系紧，给人一种古板和禁欲的感觉。萧颖觉得自己可能坏掉了，竟然觉得这样的周强逗弄起来特别有趣。而被亲了脖颈的周强四平八稳端庄严肃的坐着，只是看了萧颖一眼，黑白分明的凤目诡异的让萧颖看到了鼓励的意思。于是萧颖又大胆的亲了一下，这次嘴唇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顺着周强的皮肤一路蔓延，最后到达对方微张的嘴唇。也许是听了萧颖的抱怨，周强这次没有设立任何障碍，只要舌尖一挑就能轻易的挑开他的牙齿，从而进去没有人占领过的地方。这个甜美的吻持续了30秒钟，萧颖就退开，想给彼此一下适应的机会，却见周强不满的张开眼睛，质问道，怎么不继续亲了？是嫌弃他回应的不好吗？那未免要求太高，要知道他除了萧颖可是没有别人的。不是，萧颖摸了摸下巴，非常认真的说，再亲下去就要擦枪走火了，你还要继续吗？周强先是愣了一下，什么擦枪走火？跟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有关吗？随即领悟了意思，少不得又是羞恼加期待，轻哼，你不敢。萧颖点头，听说很痛，而你？他看了看周强的下三路，只见周强立刻用枕头挡住自己，惊怒交加又诡异的自豪，缓了好半晌才说，你怎么知道我尺寸大？萧颖差点没扑出来，神他妈的尺寸大，他说的不是这个，不过也有相关，看来你是想在我上面了。周强变了变脸色，怎么？你不愿意？心里立刻陷入了为难，难道对方想在自己上面？这我无所谓。萧颖说的倒是实话，如果他真的对男性很反感，当初也不会选择替于峰嫁人，我只是担心你不会。说到这儿，他突然想起了于老爷子给自己的硬盘。到了这个地步，那硬盘里的是什么东西，好像自动有了答案。要不我们改天吧，今晚就早点睡觉。萧颖认真的提议说。话音刚落，周强脸色难看的怒瞪着他，好像他是个负心汉似的，冷声道，今晚是新婚夜，你就这么敷衍我？萧颖本来不想跟他较真，但是说真的，今晚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合格的新婚夜。就看了看周围说，你自己看看，哪有一点新婚夜的气氛，明明是你敷衍我好吗？说完就倒头朝床上倒了下去，那几句像软刀子似的，毫无预兆的戳进周强的心窝窝里，骚得他疼又慌。坐在那解释道，我不是有心敷衍你，你自己也知道的，我们结婚得这么急，再说了，还不是因为有人催得急，但他就不计较了。你想要个盛大的婚礼，我又不是不准，是你自己说不要铺张。现在看来果然不应该听对方的，那婚礼就按照我的意思，有多大办多大，免得有人口是心非，又委屈上了乱发脾气。哎，别，萧颖一听说要折腾婚礼，忙不迭地脱掉小公举的外衣，爬起来说，一切从简，一切从简就行。真的？周强不信。萧颖信誓旦旦，真的。
他可不想折腾。周强信了他，说了句好吧，然后眼神灼热地盯着眼前这张年轻的脸庞，喉结上下动了动。你不是喜欢我吗？怎么不来扑我？舍了老脸问出这句话，他就真的再也说不出更露骨的话了。谁喜欢谁的官司没得打，萧颖也不想在床上跟周强讨论这个问题。他问了问自己的心，然后就饿狼扑羊般扑了上去。周强一边暗骂对方孟浪，一边暗地里欢喜地抱住，四瓣嘴唇亲成了一团，弄得喳喳作响，比刚才那个纯情的吻可是出格得多。和他抱在一起，萧颖才知道这狗东西为什么要用枕头遮掩，因为再不遮着点就要冲破天际了。周世叔，萧颖咬着唇珠轻轻地唤周强，弄得周强赤红了眼睛，又像被雷劈了脑袋一样轰隆隆的作响。他要勒死萧颖似的，把人使劲的往怀里抱，好像抱住了就是他周强的。你刚才叫我什么？亲过了一阵，骑在萧颖上面的男人嗓子眼被什么刮了一样沙哑的问。萧颖说，周世叔，尊敬的周世叔。都说祸从口出，先聊者贱，而萧颖不仅嘴贱还手贱。好，很好。周强怎么也没想到在床还能这么玩，真是刷新了他这个金石老处男的三观。那你把皮绷紧点，世叔今晚好好疼你。说着把满嘴不正经的青年完全钳制了起来，冷冽的脸上全无之前羞中带恼的迹象。周强字还没喊出来，萧颖的屁股上就挨了一巴掌。周强冷冷对他说，喊世叔。萧颖还觉得他跟自己开玩笑，别闹了，喂喂，你还捆我的手，靠！直到周强就用这个姿势正面而上，萧颖才反应过来对方不是开玩笑，而是再严肃不过，端着一副长辈的模样在和自己行夫妻之事。周强，萧颖有那么一点点觉得耻辱，直到他感觉到只要自己一叫，对方就会手忙脚乱的调整一下，甚至会停下来不动，才接受周强不是有意羞辱自己的意思。但是说句实话，周强的活真的很烂，很烂。唯一的优点就是不粗鲁，不是只顾着自己爽就不顾人死活的那种。所以萧颖很包容的忍着没闭闭，反而认命的闭上眼睛，偶尔还哼唧一下以示鼓励。这是萌新对萌新最高的敬意，毕竟谁都是这样过来的。和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手一起成长，总比和一个老司机在一起互相提防要好。把我的手放开，我自己来找找位置。最后实在是没办法，萧颖咬着牙说。周强脸一红，硬着扛着没吭声。这可是你自己不要面子的，萧颖心想，然后就很轻松的把手腕挣脱了出来，双臂抓着周强的肩膀，把对方推倒，自己上去。周氏说，好好疼我。萧颖在上面笑得像个欠打的靶子。周强闭了闭眼没说话，他在等萧颖自己适应。半个小时后，萧颖脸上的笑意变成了哭相，不要面子的对半个小时前还被自己嘲笑的周强求饶。周世叔，好世叔，周强你大爷。周强从小到大样样都是拔尖的，没道理到了床上这件事就失了水准。经过一开始的兵荒马乱之后，这位习惯了掌握一切的周家太子爷可算是找到了亲热的诀窍，把身下的青年搓磨得颤颤发抖，抓着他的背骂娘，弄得周强也糊涂了，对方究竟是舒服还是难受？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正在兴头上的周强努力忍耐灭顶的欲念，停下来阴着脸问清楚道，你就这么难受吗？萧颖前一刻还嗷嗷着，下一秒就懵逼不已，仰着汗湿的脸看着周强，似是不解他突然又发什么疯。但萧颖也没有心思去揣测这位大魔王又怎么了，只是自己用实际行动催促上面的，倒是动啊，别消极怠工。察觉到被调戏了之后，周强的脸色一阵黑一阵红，耳朵烫热的不行，一张俊脸也羞愤的不行。哼，好你个小浪蹄子，原来是舒服的。他就说嘛，怎么可能有这么差劲，如你所愿。周强抿着嘴说了一声，继续抱着怀里的人心情耕耘。你说什么？萧颖浑浑噩噩中没有听清楚周强的话，
只是觉得这家伙突然火力全开，快把自己弄死了。没事。周强把萧颖的脸摁回颈窝里去，不准萧颖看自己的脸。天知道这种时候，他的脸已经红得不像话了。经过最初的不适应之后，萧颖在对象强大的学习能力面前节节败退，丢盔弃甲，算是尝到了新婚夜的乐趣。胆大而不扭捏的他，虽然嘴里骂着娘，一副很难受的样子，但是却极力迎合周强，让周强强烈的感觉到被占便宜的人是自己，而不是对方。最不要脸的是，对方竟然缠着他一直要，真是令人发指。梅开二度之后，周强躺得离萧颖远远的，不仅用行动表示自己的抗拒，而且还用防贼似的眼神瞪着萧颖。靠，你什么意思啊？萧颖喘气还没喘均匀，就看到把自己当成洪水猛兽的周强，心里那个气好像刚才只有他一个人爽似的。不许说脏话。周强皱着眉，上纲上线的教训道，谈吐优雅是我对你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就……萧颖更气了，大字型的躺在被褥上说，你就怎么样？跟我离婚吗？这当然是气话，说出来他就后悔了，因为周强是个不能开玩笑的人。果然，周强一听到离婚两个字，脸色就变了，呼吸急促，额冒青筋，一下子从床上撑起来，瞪着萧颖，模样很吓人。萧颖闭着眼睛没看见，只听到对方没有回应，就继续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以后会注意的。但是萧颖的服软并没有让周强好受，他气昏了头，被萧颖那么轻易就说出离婚而气坏了。于峰这一声大喊，喊得萧颖浑身一颤，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他峰哥的脸孔，身体上的余韵就瞬间消散。你把我当成什么？萧颖张开眼睛坐起来，就看到周强满脸怒容的冲着自己质问，不仅是生气，还有一种被伤了心的愤怒。萧颖第一次为自己的心直口快感到抱歉，明知道周强是个容易较真和多想的脾气，就不应该随口逼逼。对不起，我错了，那是胡说八道的，我没有那个意思。萧颖顾不上那么多，一把抱上去就心肝肉的道歉，亲爱的别生气，都是我不好，我这张嘴胡说八道，我给他几个巴掌让你消消气。说着就抬起手冲自己嘴巴扇。周强看见这举动，怒容转成着急之色，立刻握住萧颖的手腕，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啪的一声脆响，萧颖硬生生被自己打了一巴掌。周强都愣住了，像个被人当着他的面撕了他布娃娃的小女孩，眼睛里写满了无措、难过。萧颖不可否认自己是为了讨周强欢心才使出的苦肉计，但是看见周强傻住了，他自己也惊讶，因为他没想到周强会心疼。没事，就是听起来响，不疼。萧颖这回是真心实意的哄他，还凑上去亲了亲。被哄了的周大魔王抬手悄悄摸了摸萧颖挨打的脸，沉默的样子看得萧颖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乱乱的，还有点好笑。于是一边亲着他，一边撩拨说，是叔还来不来？周强终于有了反应，眼皮子颤了颤，咬牙切齿地说，你要不要脸？不要的。萧颖朝他压了下去。不敢用力反抗的男人半推半就的随了萧颖的愿，心不甘情不愿的开始了第三次。是叔。第三次结束后，浑身汗湿的青年趴在周强身边轻唤，似乎很喜欢喊这个称谓。周强轻搂着他，神情慵懒艳足，嘴角偷偷的藏着窃喜。人一生中能有几次新婚夜？您说对吧？萧颖摸着周强白皙的皮肤，说了一句让周强恨不得把他踢下床的话，您看要不要再来一次？后面还没说完的是，如果世叔您体力不支，我可以代劳。这一夜注定是要被小妖精榨干的，但是作为对方的亲亲老公，除了努力满足对方还能怎么样？好吧。周强说。萧颖他真的没想到，都3次了，对方的体力还能这么好。你真是贪心且又淫荡，不过我会满足你的。
周强咬着他的耳朵说，一副我根本不想做，只是为了你才努力的样子。萧颖苦不堪言的心想，这个误会可大了。进行的第4次之后，周强一边休息一边频频注意萧颖，隐隐期待萧颖来缠他。开玩笑，萧颖都快一命呜呼了好吗？结束后很快就睡着了。周强发现之后，脸上还有点失望之色，不过还是很疼爱的给萧颖掖了掖被子，说了句晚安。第二天早晨，萧颖睁开眼睛时已经日上3竿。穿着居家常服的周强在屋里心不在焉的翻书，然而看了一个早上也没看完2页。这时看见萧颖终于睁开眼睛，脸色一喜，又一脸装作平常的样子，平静地道：醒了，饿吗？新婚夜的第2天早晨什么的，当做一般日子就行了，没必要紧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手心都湿了。萧颖爬起肌肉一痛，啊了一声。周强，周家太子爷立刻丢下手里破书，以光速的速度赶到床边，扶着起床吃力的媳妇，心疼道：哪里疼？我叫医生。叫你个头！萧颖立刻阻止道：扶我去洗手间，然后给我找点消肿止痛的药膏。没有就去药店买。好。周强把萧颖扶进去，就唰的一声跑得没影。10分钟过后，就带着一支药膏呼吸凌乱的跑回来，交给萧颖的时候红着脸矜持的问：需要帮忙就说，我不介意。萧颖说：这是你弄的，你介意我还不打死你。说完就囧了，暗骂自己这张嘴。但是奇怪的是，周强对打死他这种话毫无反应，反而斜着凶巴巴的萧颖说：以后不许说离婚。萧颖想笑，又及时绷住严肃的表情，现在说的可是你。周强赶紧的说：我也不会再提。想继续跟他拌嘴的青年突然想到了那些烂账，就闭上嘴巴，低头给自己抹药。离婚是迟早都会离婚的，现在相处的还算高兴，也改变不了很多事情。怎么不说话了？周强不知不自觉的离萧颖越来越近，有种要抢活的意思。说什么？萧颖看见他这样，干脆就一把塞他手里，摆好姿势给他抹。你嫌弃就打死你。不会。周强绷着脸说。那你嫌弃什么？萧颖试探道：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会不会灭了我？周强立刻当真的质问：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最好坦白。萧颖吓得不敢试探了。喂？周强皱眉道：难道真的有？萧颖摇头：没有没有。周强自己阴着脸脑补了一下，不高兴的推测道：你谈过恋爱？你喜欢别人？还是你有私生子？这都是什么跟什么？难道在周强眼里，这些才是最令他不能接受的？萧颖搞不懂，摇头说：不是。然后把裤子穿上，刷牙洗脸。你就不怀疑我是为了谈合作才接近你的吗？结果周强给了萧颖一个看白痴的眼神，知道这个还用你说？萧颖洗脸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你只是被利用的棋子，身不由己。周强不知道打听到了什么，说了一个让萧颖懵逼的版本，抱着为瑜伽牺牲的目的跟我结婚，你心里很内疚吧？如果没有感情，对方大可以不说出来。萧颖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你不用解释，你是你，瑜伽是瑜伽，我不会把你们看成一体。周强毫不掩饰的在萧颖面前说，周瑜两家的合作对周家也有利，而联姻只是看在你这么爱我的面子上。他睨了萧颖一眼，脸上写满被爱的有恃无恐。萧颖觉得这信息量真的有点大。也就是说，就算不联姻，周瑜两家的合作也会继续。也是的，周家怎么可能会做没有利益的事情？是他们瑜家把联姻想得太重要了，殊不知周强根本不放在眼里。萧颖状似不经意的问：那合作什么时候开始？你忙得过来吗？明明很普通的一个问题，
却好像踩了周强的尾巴似的。对方立刻说：“有什么忙不过来？我一周至少健身3次，体质比你好多了。”说着还上下鄙视了萧颖一眼，说道：“中看不中用。”然后才看见萧颖不说话了，貌似生气了，才转移话题说：“过阵子吧，正在谈。你放心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不会为难于家。”不，萧颖说：“我跟于浩不和，你可以尽情的为难他，别给他面子，该折腾就折腾。”周强抿了抿嘴，到底没忍住，笑成一朵花似的，一字一字道：“才嫁进来多久，就向着婆家了。”尽管知道这位周家太子爷的脑回路就是这么奇葩清奇，但是萧颖仍然被婆家2个字弄得虎躯一震，震得他腰酸，连忙扶着腰出去坐着。啧，真不中用。周强在背后跟着，看得心疼又自豪，说：“你歇一会儿，我马上叫人端吃的给你。”萧颖对上周强那一言难尽的眼神，心里很尴尬，又怕他继续发表什么雷人言论，就道：“我饿得慌，要不你去给我端快点。”周强愣了愣，反应过来之后通体舒爽，这就开始撒上娇了。好，我去给你端，谁叫你是周家少奶奶。目送这位奇葩迈着轻快的脚步离开了卧室，终于捂着胸口松了一口气。妈呀，连因这事儿亏大了。萧颖打电话给远在国外的于峰，3言2语的说明白了周家的情况，最后苦着脸道：“早知道就不用自投罗网了。”于峰，怎么了？你在周家过得不好？姓周的欺负你？萧颖脸红了红，那倒不是，虽然周强脾气挺奇葩的，但还算好哄。嗨嗨，于峰这才发现，你的声音怎么了？嘶嘶哑哑的，令人浮想联翩。没事，昨晚喝了点酒。萧颖避重就轻说：“峰哥，他来了，我找到机会再给你打电话。”于峰，好，你先撑着，我过几天准备回国。萧颖头皮麻了一下，但是来不及说什么，周强那边已经带着人踏了进来。拜拜。跟谁打电话？周强眼尖的看到萧颖挂电话的动作，心里不高兴，看见我来就挂了，不是有什么猫腻吧？萧颖心想，还真有，但是怎么可能告诉你，面上却撇嘴，给家里报个平安，免得说我没规矩。周强老脸一红，才想起来自个带走了人家的2少爷，却连个电话都没打，是我疏忽了，你放心，我一会儿给于伯父打个电话。谢谢。萧颖吃着帮佣阿姨端上来的早餐，有心逗弄周强说：“你怎么还喊我爷爷叫于伯父，这样于理不合。”没想到最讲究这些的周强满不在乎的坐下来说：“你还喊我师叔呢，我为什么不能喊他伯父？”嗨，萧颖偷鸡不成蚀把米，差点呛到。脸皮真薄。周强很满意对象的清纯，疼爱的给对方加了很多好吃的，这些都是我爱吃的，你看看合不合你口味。萧颖心想，大爷你都说了是你爱吃的，小的还敢说难吃吗？好在萧颖不挑吃，什么都可以。新婚这几天，周强天天在家里陪着萧颖，一陪就是1周。1周后，公司那边终于3催4请的把他这尊大佛请了过去。萧颖也终于有了自由活动的机会，出了一趟门，拿着他证件的于峰秘密回到了国内，此刻住在一个酒店里面。之前在电话中，萧颖察觉出于峰想要替换自己的意思，心里可乱了，因为那绝不可能，周强那厮现在和他夜夜笙歌，换回来的话于峰会疯掉吧。谁知见面之后，于峰却跟他说，小颖，最近哥看上了一个女明星，要在娱乐圈发展一下，周家那边你再撑一段时间。萧颖虽然很无语，但是结果也是自己想要的。你自己小心点，别暴露了身份。放心吧。于峰胸有成竹的笑道，这点小事而已，等这边的事情解决，你跟我一块回去，我把 X 国的事业交给你打理。萧颖挑眉，你希望我当你的替身一辈子吗？那也太狡猾了，辛苦的事交给自己去做，他就负责泡妞享受，公布你的身份对你没好处。于峰说，
太危险了，你还是可进可退地躲着点比较好。萧颖点点头，明白于峰的意思。他们是彼此之间的退路，藏起来远比公诸于世要好。晚上回到周家，周强已经在家了，坐在三院的花厅，摆出一副风雨欲来的样子，对天黑了才回家的萧颖质问道：“你去干什么？这么晚才回家？”萧颖拿出手机一看，才知道自己的手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电了。出去走走，逛街吃东西。为了证明自己没说谎，还举起手里的5、6个袋子晃了晃。我刚回国，缺这缺那的，你又不陪我逛街。周强之前那满肚子的气，听见萧颖这么说，就变成了下不了台的别扭，因为他确实没有想到这层。还好意思生我的气？萧颖放下东西，把手机充上电，坐过去说：“开饭了，吃饱了我再跟你算账。”你，周强不可置信地说：“你跟我算什么账？”萧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一边喝一边张嘴就来的说：“你不够爱我，我巴巴的嫁给你，跟你一起生活，你对我却一点都不上心，我失望了。”周强的表情一阵内疚一阵难堪，最后变得更天上星星一样复杂，抿着唇道：“那你想怎么样？”一会儿想想不对又道：“不对，我哪里不够好？不就是没有陪他逛街，谁知道他喜欢逛街？你够好，看见我渴了都不会给我倒杯茶喝。”萧颖小声嘀咕道。周强怒道：“你可不可我看得出来吗？”萧颖：“那我现在渴了，你听到了吗？”周强瞪着眼抬起尊手，别别扭扭的给媳妇倒了一杯茶。倒好吧，那这次就翻篇了。萧颖嘴上说，心里窃笑的快要晕过去。妈呀，这个周强也太有意思了，果真是脑回路清奇。过了几天，正逢周6日，周强一大早的把萧颖挖起来，说要带他去逛街买。昨晚闹到半夜，目前还困得像条死狗的萧颖，在心里长叹了一句：自作孽不可活。就像是为了补偿萧颖似的，只要萧颖多看一眼的东西，周强就做主买下来，扔给保镖拎着。其中还不时偷窥萧颖的表情，仿佛生怕对方没买高兴。开玩笑，萧颖又不是真的在乎买，他当然不会不高兴，反而因为对北京很感兴趣，不管周强带他去逛哪里，他都笑眯眯的。周强这才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媳妇也不难哄，买点东西就成了。不对，这么说的话，对方在于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周家太子爷越想越阴沉着脸，冷不丁的问道：“于家的人欺负你？”没有啊。萧颖脱口而出，但沉吟了一下又说：“于浩欺负我，你给他点颜色看看。”周强深深的看了寻求自己帮他出头的媳妇一眼，点点头：“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的。”国庆过后，经过于浩3番2次的请求见面，一直跟他打太极的周强终于屈尊降贵的答应在周氏总部见他。双方洽谈周瑜合作计划。周强冷淡的喝着茶，听于浩逼逼了一通，才不温不火的开口：“于总裁，想必你也知道，我之所以答应跟于家合作，是看在于峰的面子上。”于浩尴尬的陪着笑：“当然，周强，只有我和于峰好了，周瑜2家的合作才能好。所以你可不能让他受委屈，他受了委屈，也就等同于我受了委屈。”于浩的冷汗都下来了，毕竟他和周强的咖位没法比，谁敢给周强受委屈？是，周先生说的对。也就是说，合作具体谈不谈得成，还得看于峰的态度。周强给足了媳妇的面子。好了，这次就到这里吧，有什么事我们下次再谈。于浩被送客之后，脸色复杂不已，因为周强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让他去给于峰服软，甚至讨好。这个于峰也不知是使了什么妖法，竟然短短几天就笼络了周强。但是没办法，事关重大，他还是要舔着脸去找于峰。但是他连于峰的联系方式都没有，还要去查。好不容易查到了，对方还不接。3番2次之后才联系上，拉下脸说了不少好话，倒是弄得萧颖一头雾水，但是想想就明白了，肯定是周强干的好事。其实于家能不能富起，
于峰他本人并不在乎。但是于荣飞在世时对于峰母子俩算得上百依百顺，否则也不会惹得大房母子那么怨恨。所以于峰愿意插手这件事，也是为了死去的于荣飞。既然如此，合作的事当然是越早完成越好。所以萧颖也没有多为难于浩，挂了电话就转告周强，于浩来装孙子了，真是出奇。周强嘴边噙着暗爽的笑容，明是暗示了好一会儿，媳妇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你的手笔，我就说吧，于浩那个心高气傲的人，怎么可能会给我装孙子？拍完马屁，萧颖就笑着道，生意要谈，进度不能落下，至于于浩，有的是机会收拾他。周强不是很满意，我帮你出气，你就不谢谢我？萧颖说，你说怎么谢？都是男人，要不来点实际的，我帮你用嘴弄一次。他记得周强挺享受这个的。你大白天地，你也真不害臊。周强说罢，看了一眼敞开的门，等了一会儿，又踢了一脚萧颖的脚，还不快去关门？要不是听见后半句话，萧颖还真以为周强这个口嫌体正直的老男人真的正直了。实际上，做了30年的老处男开荤后，巴不得每天晚上把他折腾得起不来床。好在萧颖身体素质好，一晚来个2、3次还是受得住的，但4次就有些过了，对方再要也只能用手和嘴凑数。比如现在这样，白天把对方弄一顿，到了晚上来个1、2次就可以安生睡觉。周强怎么也没想到萧颖这么积极，并不是他以为的那样，对自己爱之若狂，只是受不了他折腾而已。3分钟后，萧颖洗完嘴巴回来，看见周强已经整理好衣服，端庄矜持地坐在那，用闪烁的眼神不时打量自己。萧颖被他看得不自在，背着他喝了一杯水，嗨嗨，我去睡觉了，吃饭叫我。周强，只不过几分钟后，他也蹭到了萧颖的被窝里，两个人躺在一起，手指在被子底下勾勾缠缠，不亦乐乎。这情形弄得萧颖心肝发紧。周强这不会是爱上自个了吧？毕竟才结婚没多久，周强的脾气就被他摸清了，就是嘴硬心软的一个人，可好哄。喂，萧颖用屁股拱拱他，你喜欢我吗？周强抿了抿嘴，窃笑道，反正你喜欢我。萧颖无语了，叹气，对，我喜欢你。周强离他远了一点，大白天的说骚话，不害臊。反正不管谁服不服，萧颖是服了，服得五体投地。过了半晌，周强放开手，若无其事的平躺回去，还拉了拉被子。但是萧颖一直都没有再说什么。他不甘寂寞的靠近萧颖，扭头看萧颖的睫毛，真的睡着了。这一刻，周强感到寂寞，说出来连他自己都不信，对方睡个觉，他就觉得想念。然而周末过得很快，周强得去公司上班。萧颖这个无所事事的闲人，早上起来陪周强吃了早餐，就想回去睡回笼觉。你一个人在家不无聊吗？周强蛊惑道，我公司还挺好玩的，我带你去看一看。萧颖来了点兴趣，怎么个好玩法？周强说，大公司都好玩吧，跟你印象中的公司肯定不一样，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萧颖衡量了一下，点头答应，好。就这样，周强把萧颖拐带去公司，陪自己上了1天班。再好玩的公司，逛了1天也够了，第2天萧颖就没有再去的念头。周强咬牙看着滚回去睡觉的萧颖，又看看已经不早的时间，只能一个人出去上班了。而待在家里的萧颖睡到11点钟才醒来，让厨房准备了2份午饭，争分夺秒地赶到周氏总部。这时周强正心情不好，拒绝了秘书给他订餐的好意，在想着要不要翘班回家。听见有人敲门，周强烦躁地扔下手里的笔，说，又怎么了？萧颖在外面忐忑了一下，因为他听出来周强这语气跟平时拌嘴的时候可不一样，是真不耐烦，而不是别扭。是我。萧颖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推开门走进去。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周强感觉自己一见了眼前这个人，
就头不疼心不烦，甚至还惊喜万分。你怎么来了？萧颖提起手中的午饭，怕你饿着，给你送饭来的。周强脸上的笑容更加明显了一点，赶紧起来接过萧颖手里的饭，带他去会客区。还算你有心，知道心疼我。萧颖一听赶紧说，你工作这么辛苦，我又不是不知道。实际上周强想他陪着，萧颖感觉得出来。只是自从发现周强疑似喜欢自己之后，萧颖就有点别扭，隐约不太希望周强和自己之间的感情太深。至于为什么还是来了，萧颖也说不清。看见周强这么高兴，他也不想多想了。饭菜都还热，我们快吃吧，我也还没吃。周强感觉心里更舒坦了，笑道，怎么没有我陪着吃不香吧？一高兴就拍板道，那你每天中午都过来跟我一起吃饭好了。他也不强求萧颖早起陪自己上班了，中午一起吃个饭总可以吧？萧颖还能说什么？总不能拒绝吧？正好来公司还能顺便跟进一下周瑜两家的合作进度。等一切尘埃落定，萧颖再琢磨琢磨怎么跟周强坦白这件事情。最近听了萧颖的话，周强也没有再为难于浩，合作进行的挺顺利的，顺利到于浩以为自己可以过河拆桥。就到于老爷子面前上眼药，道，于峰去了周家也有快1个月了，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您。于老爷子却没说什么，他巴不得于峰不回来，那证明跟周强相处的好。于浩见爷爷无动于衷，才讪讪的闭了嘴，但心里始终不得劲。明明自己才是于家的掌舵人，却还要看于峰的脸色，这是什么道理？他想着，于峰也不过是仗着得周强的亲眼，才有机会在自己面前装大半算。如果于峰失了周强的宠呢？于浩心里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但苦于找不到机会挑拨于峰和周强的关系。直到娱乐圈爆出一则知名影后地下恋情曝光的新闻，才让他找到了突破口。1天后，周强的邮箱里收到了这则新闻的截图。周强看过之后，嗤之以鼻的点评了一下，身材没有我家的好，鼻梁没有我家的高，就是个山寨版。更何况那个时间点，萧颖好端端的在他身边睡觉呢，真是可笑至极。因为有趣，他就把这则新闻发给萧颖看。萧颖看了之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妈呀，这不是他峰哥吗？这么不小心，是要害死大家吗？而且周强把这个发过来是什么意思？怀疑他出轨？萧颖不清楚情况，只能保守的发个问号。一会儿周强那边回，有人给我发这个，以为照片里的人是你，真是可笑，简直是眼瞎，你比他好100倍。萧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又觉得有些尴尬，这些话可不能给他峰哥看见啊，不然会出人命的。和周强说完话，萧颖二话不说就打电话给于峰，你和那个女星的绯闻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有人发你们的新闻照片给周强，都快把我吓死了。于峰好歹还关心了一句，他怀疑你了。萧颖没好气说道，真怀疑我了，我还有命给你打电话吗？于峰说，那就好。紧接着又说了一句，你尽快跟他离婚吧，合作的事跟联姻没关系，他周家也得了利益，这桩婚姻可有可无。却听萧颖许久都没说话。于峰也沉默了一下，叹气道，小颖，我这次可能真的栽了，我想和他结婚，所以身份要换回来。萧颖这才理解了于峰为什么这么着急，同时也很吃惊，你这个大猪蹄子终于找到真爱了。真的假的？于峰苦笑道，你见我什么时候说过爱情？至于结婚的事，更是提都没提过，很早开始就是不婚主义者。我对他是真的很神奇，也很没有道理，不知道你会不会懂，反正就是想跟他结婚，害怕他离开我。萧颖咬着唇心想，我他妈比你懂多了，但嘴上只能说这件事我会安排的，你小心点，没有解决之前就不要跟他出来晃了，会影响我行事。于峰，好。挂了电话，萧颖躺在沙发长出了一口气，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按了按，
感觉隐隐作痛。二少爷，周家的帮佣阿姨帮他准备好了带去公司的饭菜，过来喊他，准备好了，您现在要出门吗？萧颖应声，好，我马上就来。现在每天中午，周强都在公司乖乖的等他，哪怕他迟到1分钟都会耍脾气。萧颖不敢想象，要是自己对周强提出离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今天中午，周强开心的吃着午饭，对萧颖说，婚礼准备的差不多了，具体的日子你有没有心仪的，我参考参考。萧颖原本心不在焉，听见婚礼2字，立刻说，这么快的吗？他们不是才领完证没多久吗？周强，哪里快了？都准备了1个多月了，要不是他们磨磨蹭蹭，早就可以举办了。说完再次问，有没有？没有，我就决定这个月底了。萧颖想了想，硬着头皮说，再推迟一下好不好？周强也没有不高兴，只是问，你想推迟到什么日子？现在和萧颖每天都相处得好好的，他倒是不着急。萧颖说，12月的最后一天，我感觉这个日子很特别，特别有意义，就是我们可能相遇的不够早，但是可以一起走到最后，这个意思。明明是萧颖瞎掰的东西，周强却眉毛一扬，别有深意的看了萧颖一眼，轻哼道，原来你这么想跟我白头偕老。不等萧颖说话，就说，好吧，既然你这么希望的话，就按照你的意思，不过做人不能迷信，你想跟我白头偕老，靠的不是婚礼的纪念日，而是，你自己懂的。萧颖忙不迭的亲了那凑过来的脸颊一口，满嘴骚话道，靠的是爱你疼你，让你离不开我。果然就见周强啐他，好像很唾弃似的，但是心情好着呢。这情况萧颖打死也不敢提离婚，只能缓缓了。却说于浩把于峰和那知名女性的新闻发到周强的邮箱里，等了3、4天也不见周强有动静，就奇怪了，难道周强和于峰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回事？但不管怎么样，周强身为周氏的总裁，有头有脸，怎么也不会允许自己的配偶在外面和别的女人乱来吧。于浩不甘心，马上派人去查了查于峰和那个女星的事情，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只能怪萧颖被周强的事情愁昏了头，没有留意到周强之前说有人把于峰的新闻发到他邮箱里。不过就算他有所警惕，也阻止不了于浩查出于峰和那位女星秘密同居的事情。但是于浩听到自己的人汇报，也懵逼了。照理说于峰不可能每天和女星住在一起，这样周强怎么可能不怀疑？这是于浩最想不通的一点，除非他找人查到的消息是假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于峰。于浩想到这一点，马上叫人去确认他们盯梢的对象究竟是不是于峰。不久之后就查到，他们监视了好几天的人确实不是于峰，那个人叫做萧颖，只是长得和于峰很像而已。怪不得周强会毫无反应。不过那个人虽然不是于峰，这里面却大有文章可做。你说什么？当真于峰假萧颖被于浩联系了之后，听见对方要跟他谈合作，简直不敢相信。你让我去假扮一个人，不会是萧颖吧？于浩哪里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说道，假扮于家的二少爷。于峰就喷了，自己一个真于家二少爷去假扮于家二少爷。不好意思，我对这种事情没有兴趣。怕是要笑死他。别急着拒绝，想想你和某影星的秘密，我知道的可不少。于峰想了想，虽然他不害怕被曝光，可是也想知道这个沙雕究竟想干什么。你想我怎么做？于浩得逞的轻笑了一声，说，几日后是于家老爷子的生日宴，你只要来参加宴席，至于该做什么，到时候我会叫人接应你。说罢又叮嘱了一句，来的时候乔装打扮一下，别让人发现你的样貌。于峰挑眉，隐约知道了于浩的小算盘，觉得对方也太异想天开了吧，嘴上却答应道，好。要不是于家那边打电话来通知，萧颖也不知道过几天是于老爷子的生日。虽然不是整岁大寿，但也是要操办。
想起于峰跟自己说的事情，萧颖心里面惴惴不安，倒不是因为担心于峰会掉链子，而是于浩这颗如果不及时解决的话，总有一天会成为隐患。于老爷子寿宴的请帖，周强当然也收到了。如果是以前，他对这种请帖要么不理会，要么直接派人送一份礼。而今情况不同了，周强已经成了于家的姻亲，自然会盛装出席。萧颖瞧着对象弄回来的一套情侣装，感觉非常无语，一定要穿吗？周强眼风一凛，斜他，怎么了？你不愿意？这可是他和萧颖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正式露面，穿得太随便怎么行？不是，萧颖咽了咽口水，到底还是把那件情侣装给穿上。于浩千算万算也没算到周强会整这么一出。当他的人在寿宴上汇报萧颖的穿着时，令他头都大了。这个于峰就不能穿正常点的西装吗？老板，那现在怎么办？他的属下问。于浩说，我亲自出马。在宴席上落座不久的萧颖看见于浩一脸笑容的走了过来，内心腻歪的不行，端起酒喝了一口，对周强说，我去个洗手间。周强看着他，嘴巴动了动，但到底没说什么。去吧。这是于老爷子的寿宴，他没什么好担心的。二弟于浩见他向自己走来，笑容更甚。萧颖被拦住去路，神情疑惑，大哥，有话跟我说。于浩愣了愣，随后点头，二弟真是善解人意，难怪周先生这么看重。走吧。萧颖心想，这才叫狗嘴吐不出象牙，周强对自己完全是冤枉。萧颖带着于浩直径走到洗手间，一边走一边向于峰打了个电话，叫他过来。于峰说，你带他来，我已经在了。萧颖笑了笑，收了线。跟在他后面的于浩狐疑的皱起了眉，顺便偷偷的联系自己的人，怎么样，布置好了吗？那边嗯了声。当于浩噙着微笑走进洗手间的时候，一个麻袋从他头上照下来，然后就是一阵乱棍毒打。于浩整个人都懵了，连忙大喊道，住手！是我。但是下手的人充耳不闻，依旧对他拳打脚踢。这两个人当然就是于峰和萧颖了。当他们知道于浩的计划之后，想也没想的就决定将计就计，让于浩自己尝尝被套麻袋的滋味。终于打够了，萧颖冲于峰使了个眼色。于峰收手走人，顺便把于浩联系那只手机扔给萧颖，里面有录音。被打得嗷嗷痛叫的于浩挣扎着从麻袋里露出头来，睁着青黑的眼睛慌张四望，想看看究竟是谁打自己。结果就看到笑盈盈站在一边的萧颖以及已经被绑起来的几个属下。于浩，萧颖晃晃手里的手机说，如果我把这两个人和这只手机的录音交给周强和爷爷，你觉得你这个于氏总裁会怎么样？于浩脸色惨白，惊慌的看着萧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萧颖撇嘴，根本不想跟这东西掰扯。你这个鼠目寸光的东西，难怪爷爷不放心把于氏交给你，偏偏要把我扯进来。是，你可真是爷爷的好孙子，敢在他老人家的寿宴上搞事情。于峰，你少含血喷人！于浩说，你莫名其妙把我打了一顿，还说我搞事，那你敢不敢把这件事告诉爷爷，让他老人家来评评理？萧颖问。于浩就咬牙闭嘴了，恨恨瞪着萧颖。哈哈，怂货！萧颖没意思的撇撇嘴，最后警告道，乖乖的，别再试图惹火我，否则我会让你和于氏一起消失。周强来到洗手间门口，听到的就是媳妇这句霸气十足的狠话，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好快。然后就是皱眉，谁这么大胆子敢惹他周家的人？用脚踢开门一看，发现挨打的是别人，而自己媳妇好好的就松了口气。于峰，这是干什么？萧颖被周强的突然到来吓一跳，连忙庆幸自己没说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你怎么来了？他恢复平常的样子，回答周强的问题，我和大哥一起来解手，然后被两个傻逼偷袭了，不过人已经被我抓起来了。
然后看着挂彩的于浩，只是大哥受了伤。周强挑着眉，因为他在门口听到的版本明明不是这样的，真是胡说八道。不过也没追究就是了，直接逆着敢怒不敢言的于浩说：“于先生受伤了，那就快去处理处理，以免留下伤疤就不好了。”于浩暗恨地瞪了一眼萧颖，咬牙道：“既然是这两个人伤了我，那我把他们带走，仔细审问审问。”萧颖笑道：“随你。”于浩便带着那两个人离开了，留下预知详情的周强满脸八卦地看着萧颖：“怎么回事？”萧颖宠溺地看着他：“于浩想埋伏我，结果被自己人打了一顿，你说傻不傻？”周强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顿时笑得不行，不难想象于浩以后在他心里的形象就是个傻逼。不过他真该死，竟然敢对你动手。周强笑了一会儿，又阴着脸：“于家真不是东西，就知道欺负你。”萧颖挺感动的，过来拉着周强的手，和他出了洗手间：“别生气，反正于浩被我反将了一军，以后都不会再轻举妄动。如果他还敢的话，就让他回家吃自己。”周强望着两人相握的手，笑容又甜了起来，连故作矜持都不做了，直接十指相扣：“幸好你不是在于家养大的，否则怕不是也会养成于浩那样自大愚蠢。”真是的，这跟环境有什么关系？萧颖想象了一下他峰哥，好像也是周强最不屑的那种人。哈，我人好，在哪里都好。周强嘀咕道：“在我身边最好。”于老爷子的寿宴后，双方很是平静的过了一段日子。一直找不到机会跟周强坦白的萧颖，看着周强对自己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喜欢耍小脾气，动不动就幼稚万分的计较这个计较那个，俨然一副把他当成了最亲密的人，什么都愿意表露给他看。而萧颖问自己：“你喜欢看吗？”答案是喜欢的，所以才他妈的纠结。要是当初早知道会和周强发展这一段，就怎么样？萧颖颓然的想，要是当初不是用于峰的身份，自己连嫁给周强的机会都没有。但周强真的是那种看重身份的人吗？萧颖今天破天荒的跟着周强一起早起，在11月冷冷的寒风中和对方一起去上班。这么粘人，周强握住媳妇缩在袖子里的手指，脸上都笑炸了，嘴里还坚持傲娇。萧颖用头靠着他，哼道：“问你一个问题。”周强对他所有的话都很感兴趣，抬抬下巴道：“问吧。”如果我不是于家二少爷，你会跟我结婚吗？萧颖说：“我的意思是，你看中的是我这个人，还是身份？”周强立刻道：“呸，谁看中你这个人了？”萧颖捂胸做受伤状：“原来你看中的是我的身份，伤心。”耍宝的样子逗得周强咯咯直笑，而司机和保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自从他们先生结婚后的画风就是这么蜜里调油。如果你不是周氏的总裁，我也会喜欢你。萧颖微微笑道。经过三番两次的甜蜜轰炸，周强也轻咳了咳，小声剖白：“我是那种人吗？低俗又势利。”萧颖一把抱住他：“对，你不是，所以就算我不是于家二少爷，你也会喜欢我的，对吧？”周强被媳妇缠得慌，浑身燥热，不自在的扭了扭身体，无声点点头。高兴的萧颖立刻凑上去亲他一口：“你真是小天使本人。”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让周强觉得比下流话还令人脸红，简直整个人都不好了。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整天小嘴巴巴的，就不能说点正经的东西？萧颖都快被这么好的气氛给迷惑了，差点就要全盘托出，好在他忍了下来：“晚上再说吧。”反倒让周强觉得有点寂寞，怎么这么听话？真是坏孩子，就知道逗人。对了，你会不会觉得我整天无所事事，不上进呀？萧颖找到了一个还算正经的话题。周强说：“不会，你年纪还小，不是吃喝玩乐干什么？”完全忘了他自己23的时候已经独当一面了，而到了萧颖这里就是年纪小，闲着应该的。萧颖又笑了笑，嘴甜的说了句：“反正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美貌如花，你赚的钱不是我花谁花？周强又一下子被小对象甜的心肝打颤，恨不得把所有身家都交出去，让人好好收着，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这时萧颖已经决定了晚上跟周强坦白，自然一整个白天都跟周强蜜里调油，弄得周总裁的工作进度都比平时慢了一截。今天是什么日子？晚上到家被萧颖缠着做了一次又一次，弄得周强招架不住，对象太热情了，有点得意。根据萧颖的观察，现在是周强心情最好的时候，他气喘吁吁地趴在周强的胸口上道：我做错事了，想让你原谅我。周强惊讶地揽着他，但也没当回事。做错了什么事？你说，要是小事我就不计较了。真是的，怕成这样，当他周强是洪水猛兽吗？虽然人人都说他不好相处，脾气怪异，可是平心而论，这些天难道自己做的不够好？怎么这个人还是这般小心翼翼？萧颖说，不是小事，是大事，你肯定会生气的那种。周强默了默，心里已经有了无数个不好的猜测，但是他突然就不敢问了，逃避道：那你就别说了，我恐怕接受不了。萧颖傻眼，没想到周强竟然会怂得连说都不让自己说，这怕不是爱惨了。那他就更要说了，其实你什么你，不是让你别说吗？周强一把捂住萧颖的嘴，脸上神色复杂难过，已经着定了萧颖有什么黑历史了，说以前的事我可以不计较，但是你要处理干净，不要让我知道，以后也不要再做对不起我的事，你答应我。萧颖心里又胀又痛，用力掰开周强的手，叹了口气，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想说的是我骗了你，其实我不是23，我今年20岁。周强瞪大眼睛，什么？你20？周家太子爷感觉自己怕不是要疯，连忙掰着手指算算，30减20，那不是相差整整10岁？自己平白比他老了这么多，还能好吗？萧颖还在继续说，我也不叫于峰，我其实叫做萧颖，是于峰的义弟，我和他一起长大。你没听错，我就是顶替他的身份替他联姻，但是我喜欢你是真的，周强。这是个劲爆的消息，但是周强还沉浸在媳妇20岁的打击中，不能回神。周强，你是不是生气了？萧颖晃晃许久，不理会自己的男人，心情忐忑不安，咬牙道：如果你生气了，就打我一顿好不好？然后我们去离婚。你说什么？周强一下子被离婚2个字惊醒，怒吼：我不是说过不许提离婚的吗？萧颖难过的说，难道你不想跟真正的我在一起？我不是于家2少爷，现在跟你结婚的身份不是我的。冷静下来的周强才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心里自然是涌起被骗的愤怒，立刻坐起来推开依偎着自己的萧颖，用冷冷的目光看着对方，你究竟瞒着我多少事情？萧颖连忙说，没有了，就这一件，确实我不好，你生气也是应该的。周强立刻拿起枕头摔在地上，吼道，我当然应该生气，我怎么能不生气？难道不该吗？一个自己疼了这么久的人，突然告诉他一切都是假的，是计算，岂有此理？你欺人太甚。柔软的枕头摔在萧颖身上，萧颖也不敢躲，只低头默默的受着，等周强出气。你滚！周强眼睛赤红，气得颤颤发抖的说，我不想再见到你。萧颖闻言心如刀割，他想过周强会生气，但是没想过对方会叫自己滚，不要自己了。难道过去那些耳鬓厮磨都不足以和一个阴差阳错的算计抗衡吗？周强，萧颖想开口请留，但算计了就是算计了，像周强这种人会在意是理所当然，自己不能我记世界的要求别人原谅。好，你不想见我，我当然不会碍你的眼。离婚的事他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就赤身下了床，捡起衣服穿上，在柜子里随便拿了一件冬衣。当萧颖的脚踏出门槛，周强就崩溃了，抓起地上的鞋就往那负心汉的背上扔去。你个混账，我叫你走你就真的走，你还有良心吗？你还是人吗？2个拖鞋全摔在萧颖背上，
砸得萧颖心里犯甜，连忙转身一把冲回去，抱住那爱发脾气又口是心非的男人。我打死你！你当我没脾气，欺负我，算计我？周强被裹得紧紧的，到后来说话都说不出来，全部萧颖封在炽热的唇里，狠狠地吻他。我没欺负你，也不想算计你，我爱你啊！萧颖眼睛都红了的说，跟你上一回床就初恋了，周世书。初恋，周强嚼着两个令他又酸又甜的字眼儿，顿时什么气什么怨都没了，反正觉得又更爱这个小王八蛋了。他一口咬着小王八蛋的肩膀，才20岁的小王八蛋，要是敢嫌弃他老。被咬的萧颖一丝不敢吭声，就这样忍着让周强出气。但是说句实话，他周世书的牙口真不怎么样，可能是年纪大了。小兔崽子，你竟然才20，你怎么才20？周强恨自己不敢用力咬，羞愤的放开萧颖，改成用力的掐着萧颖那张青春无敌的脸，很是揉搓了一番，才色厉内查的说出在意到快疯了的内心。你会不会嫌我老？萧颖连忙说，不会，你哪里老了？明明很猛很年轻，我每次都受不了好吗？得到心爱的小王八蛋的承认，周强才好受了点，但还是很在乎，绷着脸说道，那我们再来一次吧，我看你还活蹦乱跳的，别不是敷衍我。能够得到心爱的男人原谅，萧颖当然是对方说什么就是什么。好，都听你的。说着就乖乖的把衣服脱了，努力配合想要一展雄风的周世书，让对方找回自信。周强憋着一口气，这天晚上把萧颖折腾的进气多出气少，才心满意足的哼，20岁也不过如此，纸老虎而已。再看已经抬不起手指的萧颖，甘之如饴的趴在周世书结实的胸膛上，忍着窃笑认真道，世书是真猛虎，那以后是不是要多疼着我些啊？不要太狠了，我是真的受不了。周强笑了笑，抬头温柔的在萧颖的额头上亲了一口，小混蛋，就知道哄我，欺负我，算计我，萧颖感受着酸痛的腰，妈的，谁来把这个满口骚话的傲娇精插下去？